末日来临，全民穿越废土世界，这里迷雾漫天，天火焚城，滔天洪水，全球冰封，以及无处不在的野兽。我丢，这他喵什么情况？我被传送到什么地方来了？小豪起身查看了一下四周，突然一阵声音响起。欢迎来到迷雾世界，这是一片充满辐射的焦土，气候多变，环境恶劣的世界。你们要做的就是在这里生存下去。每人开局获得一间避难所和一本生存手册。最后，祝你们好运。怎么回事？上一秒我还在和美女一起玩捉迷藏，怎么一下子就传送到这废土世界了？算了，不管这些，先看看生存手册。有了这个合成表，生存下去也容易多了。看来这两个界面是物品合成和避难所需要的材料。谁知道这是什么鬼地方？有人愿意帮我吗？我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，快要饿晕了。本人今年19，身高170，长相辣妹，36弟。有没有人愿意带我一起求生的？看来有人比我还惨，开局就是地狱模式。不过这个女人倒是挺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去生存，就是不知道在迷雾世界，她的这一套还管不管用？毕竟这里可没有法律的约束，就算有人把她当奴隶，她也没办法反抗。手册上说这里气候多变，现在是炎炎夏日，过几天就可能变成寒冬。要真是这样，我就不能坐以待毙了。小豪想到这，起身就往外面走。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生长茂密的草地，不远处能够看见不少高大的树木，没有任何活物的迹象。看来自己还算幸运的，最起码避难所附近没什么危险。生存系统开启，生存下去就能获得奖励。生存第1天，奖励1：顶级美女车模，系统随机；奖励2：传说级开天神斧；奖励3：养殖场，附送3种牲畜，公母各1只，请宿主选择。难道是自己的金手指到了吗？不对，既然是生存挑战赛，要是有金手指，岂不是作弊？系统，生存系统是每个人都有吗？生存系统只有宿主拥有，是宿主作为穿越者的福利。有了这生存系统，那不就等于开挂了呀？不过这第一个奖励美女车模肯定不用想了，现在这个情况，多一张嘴我根本就养不起，更何况还有随机2个字，万一给我弄一个蛇蝎美人，那就遭老罪了，想想就可怕。第3个奖励养殖场，还是那个问题，现在的我养不活他们，选择它的话有点浪费了。而这第2个传说级开天石斧，石斧既可以用作工具，又可以当作武器，是目前最合适的选择。我选择奖励传说级开天石斧。获得传说级开天石斧，这是一把传说级的开天石斧，它的存在说明了普通的物品也可以做到极致。下一秒，一把闪着金光的石斧出现在了小豪手中，待金光消失后，石斧通体黝黑，平平无奇，看着和普通的石斧没啥区别，这和普通石斧没多大区别啊。罢了，后悔也没用了，先试试看效果吧。小豪手持石斧来到一棵大树旁边，用力一挥，恭喜获得5根木材。5根木材还挺多的，这样的话，只要找到螺钉，用不了多久就可以修复木门了。小豪想到这，再次挥斧，一会的时间就收集了50根木材。没记错的话，尖刺陷阱只需要50个木材，这些应该够用了。小豪心念一动，打开了生存手册。尖刺陷阱是否制造？是。一阵白光笼罩了地上的木材，50根木材立马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木材制成的陷阱。这玩意是个好东西啊，把它埋在避难所附近，能起大作用。要是落到这个尖刺上，不嘎也得残废。小豪立刻行动起来，收集木材，制作尖刺，在避难所附近挖了5、6个陷阱。这个过程花费了小豪1上午的时间。接下来就该去寻找食物和水了。大概找了半个小时，眼前出现了一座废弃的工厂，而小豪没着急进入工厂，在末世内没有比安全更重要的。小豪在四周查看了一下，确认了里面没有危险后，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。获得1瓶矿泉水+1，获得1包方便面+1，获得燃烧的蜡烛+1，获得蜡烛灯座+1。收集了半天，小豪的背包已经快要装满了，背包里有几百个空格，但都是锁定的状态，开启的只有10格。现在小豪的背包里只剩下5个空格。小豪看了一眼天气，天色已经有点暗下来了，算了，再收集一些螺钉就回去了。第1天谨慎一点总没错，万一碰上野兽啥的就麻烦了。大概又搜寻了半个小时，终于收集到了60个螺钉，于是就开始往回赶路。回到了避难所，小豪做的第1件事就是修复木门。普通木门是否制造？是。下一秒，白光笼罩，破烂不堪的木门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木门。虽然还只是木门，但是比之前那个要好很多，最起码能挡住外面吹来的风了。做完这一切，小豪感觉四肢都要麻木了，终于可以休息一会了，好累啊。小豪往床上一躺，还没开始休息，突然屋里的温度极度上升，废土的第1天夜晚来临。
鸡是一人迷雾求生第2天，奖励1，极品美女，系统随机，奖励2，传说级打火机，奖励3，普通猎狗。这么快就到第2天了，末世里求生，这第一个极品美女有点心动，但是现在食物都没有，我怕还没饿嘎，身体就透支了，还是 pass 掉。而这第3个普通猎狗，万一抽到个2哈性格的，那不等于个定时炸弹。我选择奖励2，传说级打火机。虽然只是一个打火机，但加上了传说级这3个字，肯定不一般。传说级打火机，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也能使用。传说级打火机，值得你信任。系统，你确定这不是广告词吗？算了，先把火点着吧。小豪从空间取出柴火，用打火机点燃后，避难所瞬间暖和起来。有了这篝火，妈妈再也不怕我冻着了。时间宝贵，今天争取把附近的废弃房屋全都搜完。小豪小心翼翼地推开木门，外面天刚刚亮，可以判断现在是早上8、9点。起得不算晚，也不算早，刚刚好。看这尖刺陷阱还全都完好，昨晚应该没人靠近。小豪拿出地图，目标十分明确，就是搜刮附近的废弃房屋，找到有用的物资。不到半小时，小豪就来到了第2个废弃的房屋，打开了大门，走了进去。和之前一样，小心翼翼的搜索，连续搜了5个房屋，收获的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。突然，一阵奇怪的声音骤然响起，听着像是某种动物的叫声。小豪出自本能的拿出石斧，强压下内心的紧张与恐惧，一步一步的靠了过去。而映入眼帘的是一只比狮子还大的野猪，脏乱的毛发，通红的眼睛，以及标志性的身躯。这舌头，这体型，要不是长得跟野猪一样，说是猛兽，我都信。还好他踩到了捕兽夹，不然今天就麻烦了。小豪向前走了一步，想仔细观察一下，但一接近，野猪就停止了惨叫，一双猩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小豪，还发出充满警告的嘶吼声。这野猪不会是变异了吧？想不到这迷雾世界还有变异兽。不行，这变异野猪太危险了，得想个办法弄倒它。木矛是否制造？是。小豪握住木矛，用力刺向变异野猪，连续刺了几次，野猪只受了一点皮外伤，而野猪也变得更加狂暴，不断的挣扎，想要接近小豪。我丢，这皮这么厚的吗？受了伤还想攻击我，这样不行啊！5个木矛也不一定能弄打它，太浪费时间和体力了。小豪陷入了沉思。差点忘了，我有传说级打火机啊！烧嘎它，虽然会损失一些皮毛，但肉和骨头都能保留，这就够了。小豪说干就干，取出了8个木板，堆在变异野猪的四周，用点燃的木板引燃其他木板，一瞬间天火冲天，仅仅片刻，变异野猪就在惨叫中化为烤乳猪。这传说级打火机点的火好像更旺，就像木板上浇了汽油一样，不愧是传说级的打火机。竟然有40块肉，这一天3顿也够我吃上好几天的了。小豪把肉和骨头打包收进背包，没在这里过多的停留，收集了废弃房屋里的物资后，就踏上了返回的路。天都黑了，还好有这地图，没地图的话也没法卡着点回来。小豪关上木门，从系统内取出烧烤架，再取出烤乳猪，用骨头制成的补刀切割成一块一块的，坐在床上吃着香味扑鼻的烤肉，不一会就吃饱了。这才第2天就能吃上烤肉，在这迷雾世界求生也不是很难嘛。接着小豪又打开了交流界面，谁知道发霉的面包能不能吃？我已经饿了2天了，再不吃东西就要饿嘎了。才饿了2天，想当年我当乞丐的时候，1个星期没吃饭，不一样活下来了。不会吧？不会真有人到现在还没吃饭吧？哈哈！楼上的，去你的！你恶心谁呢？小豪看着这几人的对话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这才第2天，大家已经扛不住饿了，很多人都在抱怨找不到吃的。这样的话，食物岂不是很珍贵？小豪想到这，打开了交易界面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一块面包已经成了最热门的交易品。原本50个木材就能换到一块面包，现在至少需要200个木材。突然，交易界面的一条消息引起了小豪的注意：避难所扩建图极为珍贵，只换食物，需要的私聊。把扩建图发来看看。普通级避难所扩建图，使用后避难所空间增加5平方米。5平方米，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但是等到以后物资逐渐多起来，5平方米的空间就太小了。什么价格？5块面包。我没有面包，但有烤肉。你的扩建图显然是值不了5块面包的。还有其他可以交易的吗？我还有一把普通级的 AK-47自动手枪，但没有子弹，再加1块烤肉，给你了。没有子弹的手枪。行，成交。下一秒，背包里的3块烤肉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避难所扩建图和 AK-47手枪。AK-47手枪，一把普通的半自动手枪，只能应付人类和小型变异兽。这 AK-47手枪虽然威力不大，但能对付一些小型变异兽就够用了。而这避难所扩建图怎么用啊？是否使用普通级扩建图？是。白光渐渐消散，房屋内的面积整整扩大了1倍，虽然还是只有10平方米，但比之前宽敞多了。小豪露出满意的笑容，又打开了生存手册，又制造了一个箱子。普通
箱子，可以储存40个物品。40格可以啊，先把用不上的东西放进去。很快，小豪的背包就腾出了空间，除了骨刀、烤肉、传说级打火机，只剩下一些基础资源。做完了一切，小豪躺在了床上，刚躺下，熟悉的系统提示音响起。71人迷雾求生第3天，奖励1物品升级卡，奖励2普通舔狗，奖励3养殖场。后面2个是之前出现过的，普通舔狗直接 pass 掉，而这养殖场等稳定下来再选择吧，不然牲畜要是都饿嘎了，就太浪费了。我选择奖励1物品升级卡。获得物品升级卡，使用后指定物品的品质提升1级，传说、特殊、唯一品质除外。竟然可以提升物品品质。在这迷雾世界，无论是物品还是建筑，全都分为5个等级，分别是粗糙、普通、精良、史诗、传说。我现在只有一把普通级的手枪，用在他身上只能提升到精良级，有点浪费，先留着吧，等以后有了史诗级的物品再用。小豪收起物品升级卡，随着梦乡的进入，小豪闭上眼睛。小豪一早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规划今天的行动。附近的废弃房屋都已经搜完了，接下来可以到更远的地方看看，最好能找到一处干净的水源，这样的话未来养殖、种地、生产都更容易。资源的话先不着急开采，我有传说级石斧、木材、石材都很容易就能获得。小豪理清头绪后就开始正式行动。很快小豪就来到了8公里外，背包里的地图也随之发生了变化，原先迷雾笼罩的位置也慢慢散去，露出附近的资源和建筑。是废墟，终于找到了。听他们说废墟里面有药店，还有弹壳、火药、鼓风机、熔炉图纸之类的，希望能找到。小豪一脸激动，慢慢的靠了进去。废墟里面各种房屋连在一起，道路上随处可见各种小型变异兽，小豪不敢惊动它们，小心翼翼的绕行。确认房屋没有危险后，小豪直接走了进去。获得1包方便面+1，获得铁管+3，获得冥丝被+1，获得弹壳+10，获得火药+15。真的搜刮到弹壳和火药了，没记错的话，弹壳和火药能合成子弹，那这样我的手枪马上就可以用了。小豪激动地打开了物品合成表，找到子弹一栏，然而发现子弹是锁定状态，一激动差点忘了，子弹必须要有图纸才能合成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卖子弹的合成图纸。小豪盲目地打开交易界面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子弹的图纸。没人卖的话，不知道能不能回收到。小豪心念一动，第一次在生存手册上发布信息，收购1张子弹合成图纸，价格私聊。现在估计还有2-3个小时才天黑，来一趟不容易，得争取多搜刮点物资才行。小豪抱着激动的心走向了下一个房屋。获得1小瓶盐+1，获得青菜种子+5，获得小麦种子+5，获得辣椒种子+5。我这是搜到了农场主家了吗？这么多种子，只可惜这里的土地因为辐射不能种植农作物，等以后找到改善土壤的办法再说，现在先不管它。小豪收好种，继续前往下一个房屋。获得布料+10，获得普通级背包扩充蓝图+1，获得摩托车合成图纸+1。普通级背包扩充蓝图，使用后背包扩充20格，摩托车合成图纸，使用后解锁摩托车合成方式。一下子2张图纸，我这是走什么狗屎运了呀？这背包扩充蓝图是个好东西，现在背包储存格不够，现在就能派上用场了。普通级背包扩充蓝图是否使用？是。小豪背包一下子多出了20格。废墟虽然危险，但好东西多，才一会时间就搜到这么多种子，还有2张图纸。看来以后想要搜寻物资，还是要到废墟来啊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间3个小时过去了。随着夜幕来临，小豪看着自己搜刮到的物资，满意的离开了这里。回到避难所，小豪先是把今天收获的物资整理了一下，挑出暂时用不上的放进箱子。做完了一切，小豪又打开了生存手册。刚才遇到了一只老鼠，比大象还大，吓死我了。这算什么？我附近有一只变异蝙蝠，蹲在树上，跟吸血鬼一样，看也能吓晕过去。还好那只蝙蝠不吃我，不然我早没了。你们说这迷雾世界有没有正常的动物？应该有吧，但是我没见过。看来相比前2天，今天聊天的人多了一些。由此可见，有一部分人已经慢慢适应了迷雾的生活。突然，一道消息弹了出来，这么快就有人来问价格了，3块面包。子弹图纸稀缺没错，但弹壳、火药也稀缺，枪械更稀缺。有图纸没原料，有原料没枪械。你要图纸又有什么用？不说以后，就说现在，3块面包换你的图纸，你绝对不吃亏。而对方看到这些话，直接干沉默了。好，成交。获得子弹合成图纸+1，使用后解锁子弹合成方式。能合成子弹了，合成。获得40口径子弹+5。小豪取出 AK47 手枪，装上子弹，装模作样的瞄准了几下。有了这子弹的手枪，以后也能自保了。虽然只有5发子弹，但只要不去招惹大型变异兽，应该够用。小豪玩了一会手枪，把它收回到了背包，然后又从背包取出烤猪，一边加热一边撒盐，烤猪滋滋的声响，瞬间浓郁的肉香弥漫整个房屋。好香啊，有盐有肉还有水，这日子真是无敌了。
加了盐就是不一样，好吃。如果说之前吃的烤肉是味同嚼蜡，而现在吃的简直就是人间美味。一块猪耳朵，小豪吃了半个小时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迷雾的第4天来临。70亿人迷雾求生第4天，奖励1：长腿女神，奖励2：普通猎狗，奖励3：传说级水井。又来一个黑丝长腿女神，试问哪个男人不想要呢？那我就按粉丝朋友的需求，所以我选择奖励3：传说级水井。天天这么累，我在照顾一个黑丝美女，身体被掏空了，我还怎么去搜寻物资啊？生存初期不能有任何的松懈，现在这个情况，水井对我更重要。避难所附近没有河流，取水很难，一座水井能够极大的缓解避难所缺水的压力。获得传说级水井，井口下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淡水，每天12点，淡水自动净化，无污染，无添加，实乃生产生活必备佳品。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自动净化的水井，传说级就是牛皮，不枉费我放弃了黑丝大美女，睡觉。清晨，距离避难所不远的位置，小豪取出了传说级水井。传说级水井是否建造？是。下一秒，一座平平无奇的水井出现。有了这座水井，种植的水源问题就解决了。接下来是土壤，但这里的土壤都受到了很严重的辐射，想要种植就必须净化这里的土壤。小豪思考了一会，决定去交易界面碰碰运气，求净化土壤的方法，价格私聊。留下信息后，小豪再次出发，目标依然是废墟里的稀有物资。小豪来到废墟，一切和昨天一样，各种小型变异兽在房屋门口徘徊，时不时地发出奇怪的吼声。获得铜管+2，获得1块面包+1，获得抗生素+1。不错，有一瓶抗生素，要是发生意外，说不定就能救命了。小豪把抗生素放进背包，继续搜寻下一个房屋。获得发霉的羊腰子+3，获得熔炉建造图+1，获得粗糙级小刀+1。熔炉建造图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。熔炉建造图使用后可解锁熔炉建造方式。熔炉可是个好东西，它可以把各种金属制品熔炼成铁锭、铜锭、银锭，是建筑的必备材料。小豪准备搜刮下一栋房子的时候，突然身后传来了一阵充满敌意的低吼声。小豪转身，只见不远处一头长着锋利的牙齿、通体红色的变异兽正死死地盯着他。该死！小豪低声咒骂了一句，取出了手枪。凶猛变异兽开始踱步，猩红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小豪，随时发起进攻。看来这家伙是盯上我了，先下手为强，老子干你！小豪没有丝毫犹豫，砰砰就是2枪。凶猛变异兽腹部中枪，发出痛苦的嘶吼，变得更加狂暴，然后猛地向小豪扑来。我靠，2枪都没打！小豪没有丝毫慌乱，对准他的头又是3枪。第3发子弹穿透了变异兽的头颅，一击毙命。小豪取出传说级石斧，走到变异兽的面前，开始解剖他的尸体。就在这时，四周的变异兽也被这里的动静吸引过来，远远地看着小豪，直接亚麻呆住。小豪并没有丝毫的恐惧，直接砍下变异兽的头颅，拎着他朝着四周窥探的变异兽怒吼：老子还有5发子弹，有种你们过来，看我嘎不嘎你们腰子就完事。这些变异兽直接被吓了一跳，后退了几步。小豪也不害怕，继续到变异兽面前解剖尸体。获得美豹皮+1，获得美豹的头颅+1，获得1块新鲜的肉+20，获得美豹的骨头+30，获得美豹的血+10，获得美豹的心脏+1。仅仅片刻，狮子般大的美豹变异兽就只剩下一滩血迹。这么多变异兽盯着，看来搜是搜不下去了，先回去，过几天再来吧。小豪一手握着手枪，一手拎着美豹的头颅，大步流星地往废墟外面走去，没有丝毫的畏惧。各种变异兽看着小豪的背影，几次想要扑过来，可是看到那只美豹头颅，全都犹豫了。他们猜不透这个两脚兽的实力，只能放任离开。另一边，小豪走了老远才敢停下。死里逃生啊！但凡刚刚有一丝犹豫，估计现在已经成变异兽的盘中餐了。小豪把美豹的头颅收进背包，然后继续赶路。回到避难所后，小豪在水井边打了些水，将自己和衣服都洗了一遍，然后走进房屋，把洗好的衣服放在篝火上烘烤，又整理了一下这几天的收获。随后，小豪又打开了生存手册。你们知道吗？异兽的血可以强化人的身体。你怎么知道？难道你击杀了异兽？我哪有那个胆子？是我搜刮到一瓶药剂，上面写了本药剂是某种火属性异兽血制作而成。没想到异兽的血还有这种效果。小豪看着背包里面用瓶子装好的美豹的血，眼眸闪烁。如果那个人说的是真的，那么自己这几瓶美豹的血价值不菲啊！小豪想到这，一脸得意洋洋的，再次打开了交流界面。哪位大哥能给我点吃的？我可以给你睡，不，只要给我口吃的。让我做什么都行。这都第4天了，还有要饭的呢。你前几天是怎么活下来的？简直跟那个36弟一样。我就是36弟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只要给我吃的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一包泡面，我告诉你我的位置，骗人是小狗。36弟，你咋还没赶呢？我前天遇到个大哥，他答应带我一起。但他昨天遇到异兽，我36弟说到这，热泪盈眶。有人看到立刻就明白，问道：你一个人跑了，把他丢那了，是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那只异兽这么大，就算我留下来，也救不了他。谁遇到你这个家伙，简直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
话也不能这样说，迷雾世界本来就是这样，不逃跑，难道留下来给异兽吃掉吗？小豪见到这一幕，摇了摇头。像36弟这样的人，竟然真的能找到冤大头。有些人就算到嘎，也抵挡不住美色。我这里有土壤净化装置，发来看看。普通级土壤净化装置使用后，1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土壤得到净化，可以进行初步种植。1平方公里不小了呀，你想要什么？食物、药品、特殊物品都可以，具体看你出的价格。5块烤肉，太少了。你知道5块烤肉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，5块烤肉放在现在有价无市，但我不缺食物，我有充足的时间等待烤肉的价值下降，到时候土壤净化装置的价值会很高。这是碰上硬茬了呀！一个不缺吃喝的人，没理由卖掉土壤净化装置这么好的东西，说明他不止一个。那我可以给你水。水在以后的价值只会越来越低，甚至还比不上烤肉。不是只给你几瓶水，而是大量的水，足够你灌溉田地的水源。我要你给我供1个月的水源。我给你供2个月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能力很强，我喜欢跟你这样的人交朋友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相信你以后还能收集到更多的珍贵物品。到时候你如果想交易，希望可以优先考虑我。行。小豪看着这短短的1个字，嘴角勾起了笑容。合作愉快。距离小豪并不远的某个避难所里，一个面容较好的长腿美女看着刚刚交易获得的一大桶水，表情复杂。她并不愿意跟其他人有多的往来。迷雾世界很残酷，像她这样的漂亮女神，没点手段，很容易被男人盯上。有了土壤净化装置就可以种地了，而1平方公里的田地听上去很大，但分成8份以后就很少了。以后有土壤净化装置还是要回收过来。小豪想到这，没有犹豫，直接在交易界面发布了一条信息：长期回收土壤净化装置，价格私聊。发完以后，小豪躺在床上等待新一天的到来。片刻后，系统声响起，迷雾的第5天来临。70亿人迷雾求生第5天，奖励1，黑丝美女；奖励2，传说级浴缸；奖励3，苍狼。系统怎么天天都有黑丝美女啊？这诱惑太大了，快要把持不住了呀！别巴巴了，天天都给你推送黑丝美女，也没看你选，观众老爷们都等不及了。没办法呀，现在是生存初期，不能被女人给影响了。而且这都第5天了，连个人影都没见到，再让我一个人待下去，迟早要疯。有个宠物陪着，也能保护我。而且这苍狼性格倒是挺不错的，忠诚、活泼，美女哪有宠物香？所以我选择奖励3，苍狼。获得苍狼、魔狼阿巴的后代，通常以族群的形式生活，智商极高，攻击力强。下一秒，一条1米多长的苍狼出现在床边。我去，这么大，暗灰色的毛发，强横的体型，仿佛轻而易举就能撕碎避难所的一切。苍狼似乎看出了小豪的紧张，没有选择靠近，而是翻转身体，露出了自己的肚皮。这肚皮是狼最脆弱的地方，主动露出肚皮，代表着臣服。看来苍狼是在告诉自己，我是他的主人。小豪强压内心的恐惧，凑上前抚摸苍狼的肚皮。下一秒，苍狼猛地翻过身，扑到了小豪的身上，伸出舌头，疯狂地舔他。没一会，小豪的脸就满是苍狼的口水。滚！瞬间，苍狼委屈巴巴地趴在了地下。我知道你是想跟我玩，但是你力气太大了，我遭不住啊。等我找到强化身体的办法，再陪你玩。苍狼听见这话，又走到小豪面前，开始舔他的脸。这家伙，既然你这么喜欢舔人，就叫你舔狗吧。小豪话音刚落，苍狼就发出了一阵兴奋的长啸，显然他很喜欢这个名字。好了，明天还要收集物资，早点休息吧。小豪从背包里取出一床新被子，盖在舔狗身上。晚安，舔狗。第2天一早，小豪来到避难所外面，开始寻找适合开垦的土。开垦的土地距离避难所太远，照顾农作物比较麻烦，距离太近又太过显眼，容易招惹是非。水源也是个问题，不能离水源太远。小豪思考一番，最终把开垦的土地定在了水井的正西方。就这了，这周围都是枯树，建造大棚的时候也容易采集木材。确定位置后，小豪从背包里取出土壤净化装置，随即四周的土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变化，暗灰色的土地变成了正常的棕色。接下来就是犁地了。小豪很快用木材和石块制造了一把石锄，握着石锄开始松土。从早上一直忙到中午，小豪才勉强松了1/3的土。真累啊，舔狗！等我把木犁造出来了，教你怎么犁地。结果舔狗听完，猛地冲了出去，宛若猎豹一般，速度极快。不就是让你干点活吗？至于吗？让干活就跑，这还忠诚？忠诚个屁啊！小豪抱怨中，一道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，看着嘴里叼着东西，小豪惊了。这是异兽，小豪立刻取出匕首，开始解剖捕猎到的异兽。获得完整的老鼠皮+1，获得老鼠血+2，获得1块新鲜的肉+3，获得老鼠的骨头+4。这才第1天就知道自食其力，可以啊，舔狗。舔狗听见小豪的夸赞，昂首挺胸，仰天长啸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是一个人了。现在还剩下半天的时间，不能都用在开垦上，还是得去废墟转转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好东西。舔狗，等到了废墟不要乱跑，就跟着我，遇到情况先提醒我，不要贸然行动，明白吗？看着小豪比划的手势，舔狗点了点头。
一人一狼来到废墟，在经历过昨天的美爆事件，小豪比昨天更加谨慎、警惕地观察着四周，而舔狗则在一边放风。获得蛋壳+2，获得草药抗生素+1，获得1瓶菊花茶+1，获得铁针+1。不错呀，第一个房子就搜出来铁针，制作熔炉需要4个组件，现在鼓风机有了，铁针有了，就差干锅和模具了。获得铁门建造图+1，获得神秘藏宝图+1，获得空白的纸+5，获得普通级皮革+1。铁门建造图还行，小豪满意的看着背包里面的建造图，继续走向了下一个房屋。小豪轻车熟路的来到了卧室，一个柜子一个柜子里搜刮，前面2个房屋都有好东西，不知道这个房屋有没有。竟然什么都没有。又是什么都没有。小豪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没有停留，又连续搜索了一番卧室、书房、厨房、厕所、客厅。整个房子竟然搜不到一点东西，肯定有人来过这里，而且搜刮完整个房子，竟然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这么强的反侦查意识，普通人绝对做不到。对方很有可能是小偷或者侦察兵，看来在没有足够的把握之前，绝不能跟对方有任何接触。随后，小豪走到一面墙壁下，上午归你，下午归我，咱们各搜各的，互不干扰。写好后，小豪离开了废墟。与此同时，某个房屋的阁楼，黑丝美女陈雪正紧紧盯着他们的背影。才第5天就收服了一只强大的异兽，跟这样的家伙做邻居，还真让人不安。而且这么大摇大摆的离开，说明他还有很多底牌。这个家伙果然可怕。陈雪抱着担心的念头，小心翼翼地走下楼，随即看到了那墙上的字迹。果然还是发现我了，实力这么强大，还这么谨慎，怪不得他能收服异兽。既然他都这样说了，应该不会反悔。我以后就上午来吧。71人迷雾求生第5天，天色渐暗，小豪回到了避难所，点燃了火堆，熟练地取出2块烤肉，放在烧烤架上。舔狗一双大眼睛死死地盯着烤架上的烤肉，口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吃吧，吃饱了明天好干活。舔狗瞬间狼吞虎咽起来，小豪的烤肉还没吃一半，舔狗就已经吃完了，一双可怜的眼睛又紧紧地盯着小豪。真是怕了你了，再给你一块。小豪随后打开了生存手册，就看到36弟在交流平台宣传着，说道：王哥人真的很好，实力也强，你们投靠王哥绝对没错，相信我。你不会被绑架了吧？你说的话不像你的风格啊。没有，我一个弱女子，绑架我有什么用？只是王哥身边太缺人了，我帮他宣传一下，有没有人愿意跟着王哥的？私聊，我给你们发定位。呵呵，我有手有脚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为什么要跟着一个没有见过的人混？他算个什么玩意？看来从36弟发的消息里，大家都能察觉到不对劲的地方，压根也没人信他。突然一条消息从私人里弹了出来，我需要一些种子，你这里有没有？发来消息的是那个交易土壤净化装置的家伙。有，你用什么来交易？你想要什么？干锅、模具、图纸、蓝图、土壤净化装置，还有特殊物品都可以。距离不远处的某个避难所里，小七看见这话，嘴角抽动了一下。干锅能换多少种子？蔬菜种子、黄瓜种子各5粒。太少了。你可以不换。姐，这家伙说话真是气人。没办法，如果不是我搜刮废墟的时候遇见了那个人，我们也不至于这么着急开垦土地。现在只希望那个人能遵守约定，留给我们上午的时间。你跟他说交易吧。行，成交。干锅交易种子成功，获得蔬菜种子+5，获得黄瓜种子+5。这边小豪又在交易界面兑换了2件宝贝。获得炼药台建造图，使用后解锁炼药台建造方式，获得模具，建造熔炉所需要的材料。怪不得5包方便面就卖了，竟然需要这么多材料。熔炉是否制造？加上这模具，熔炉的必备材料终于集齐了。是。下一秒，一座1人多高的熔炉出现在小豪的面前。这就是熔炉吗？小豪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从背包里取出2根铁管，扔到了熔炉里面。先试一试吧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片刻后，只听见熔炉发出一声闷响，耳旁传来系统的电子合成音。成功了！接下来只要多收集一些铁制品，就能熔炼出更多的铁锭，木门也能升级成铁门了。就在小豪高兴中，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。生存第6天，奖励1，比基尼美女；奖励2，传说级浴缸；奖励3，普通级土壤净化装置。系统，你给我推送了6天的美女，而且每天的美女都不是一样的风格类型，你这是要逼我被美女折磨死啊？你闭嘴吧！我看你一个人太孤独了，给你推送了这么多不同类型的美女，你都不选，你真是扶不起的阿斗啊！气死我了！不是，我每次看到有传说级，我都忍不住想选，而且还有土壤净化装置，但还是普通级的，作用不是很大，所以我选择奖励2，传说级浴缸。获得传说级浴缸，顶级的享受，只有顶级的生存者才配拥有。
这浴缸看着和普通的浴缸没啥区别啊，难道只是体积大了一点，方便和黑丝美女一起洗澡吗？算了，先不想这些了，也劳累一天了，先休息吧。第二天早上，小豪推开了避难所的木门，一个踉跄，直接瘫软到了地下。这酸爽，像身体被黑丝美女掏空了一样。昨天松了一天的土，身体都虚了，不行，今天得休息一天。以现在的身体状态，根本干不了活。小豪随后提了一个木头往水井走去。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不能浪费了这个机会。辛苦了5天，是该享受享受了。这传说级水井打上来的水清澈见底，没有丝毫的杂质，果然牛皮。我他妈来了！小豪躺在浴缸里面，感觉全身上下有一股暖流涌动，滋养着他的身体。难道传说级浴缸的作用就是缓解疲惫？要真是这样的话，这也太狠了。一旁的舔狗可怜巴巴地看着小豪泡澡，一脸羡慕。舔狗，你也上来吧！随即嗷呜一声，激动地扑进了浴缸里。就这样，一人一狼差不多泡了一上午的澡。泡完澡，接下来就该好好干活了。小豪带着舔狗来到了开垦的田地，和昨天一样，先是砍树，然后松土。干完今天的农活，又带着舔狗前往废墟。小豪来到昨天留下字迹的房屋内，只见墙上清晰写着一个字。这笔记这么粗糙，看上去像是小学都没读明白的人写出来的字。算了，不管他了，只要他言而有信，我跟他应该不会有什么交集。小豪没再纠结对方的身份，离开了这里，在其他房屋开始搜刮了起来。获得粗糙级铁锅+1，获得工具+1，获得沙漠之鹰自动步枪合成图纸+1，获得铁栅栏建造蓝图+1，获得肥料+3。搜刮了3个小时，就找到了这些玩意。今天的运气有点差呀，炼药台的材料一样都没搜到。谁让你不选比基尼美女的？这是逼着我选啊！现在哪还顾得上什么美女？天都快黑了，必须要回去了。舔狗，回家。而小豪刚走了几步，才突然发现舔狗没跟上来。舔狗，而舔狗正死死地盯着前方，整个身体一动不动，宛若木头一般。有情况！小豪小心翼翼地趴下，跪着前进，一点一点地挪到舔狗的身边，顺着舔狗的方向望去。在不远处的前方，竟然站着3个人了。71人迷雾求生第6天，接上集。小豪和舔狗看到的这3人，男的身材魁梧，一身肌肉；女的一个身材娇小，像是学生；另一个身姿优美，个子很高，像是女魔。生存手册上说到过，迷雾世界有原住民。如果这3个家伙真是原住民的话，那自己也算是第一个遇见原住民的人。小豪思考中，那个女魔般的女人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转头看向了小豪的方向。恰巧2人的目光在半空中交汇，对视起来。我靠，被发现了！小豪忙不迭地取出了手枪，握在手里。然而女人却没有任何反应，眼神冷漠中夹杂着不屑。我他喵的，竟然被无视了！不管怎么说，老子也是人类啊！小豪随即见到哪3人凑到了一起，张了张嘴，交谈了几句。另外2人也看向了小豪，也只看了一眼，就移开了目光，眼神无比的冷漠。我擦，又被无视了！这原住民都这么傲慢的吗？算了，被无视也好，最起码不会有什么危险。突然一声吼叫，废墟中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只变异兽，体型足足有一头大象这么大，还长着3个头，每一个头都张着血盆大口，利齿清晰可见。3个头同时发出恐怖的嘶吼声，声音瞬间响彻天际。这么大的变异兽，别说是手枪，就算是大炮也未必能杀死啊！舔狗，快跑！小豪反应极快，拽住舔狗的尾巴就要跑路，就听到身后传来了一声巨响。什么情况？面前这一幕，小豪再次呆住，一男一女腾空跃起，形成合围之势，把3头变异兽困在了原地。他们是要捕猎3头变异兽吗？小豪眼眸中满是惊讶，弱小的人类怎么能在不借助武器的情况下捕猎比1头大象还大的变异兽？3头变异兽4肢同时发力，猛地扑向男人，身后的女人再次腾空，整个人如同一只轻巧的燕子，用匕首用力插进3头变异兽。拳风都能把人掀翻，这家伙的力气到底有多大？终于明白他们为什么敢大摇大摆地站在废墟中间，这么强的力量，小型异兽还不是一拳一个，反而吃痛的变异兽发出愤怒的咆哮，随即带动身体向一旁的房子撞去。背后的女人因为躲闪不及，被落下的砖块砸中脑袋，晕了过去。强壮男人也被咬住胳膊，剧痛之下动弹不得。这时，一道红光忽然笼罩强壮男人，下一秒，强壮男人的身体瞬间发生了变化，肌肉暴涨。而不远处的女人则站在原地，念念有词。这家伙看来是个辅助啊，有战士，有刺客，还有奶妈，够专业的呀。随着时间1分1秒的流失，男人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，而3头变异兽同样如此，3只头只剩下1个头，明显战斗力已经下降了很多，双方已经油尽灯枯，全靠一股精神硬撑着。3头变异兽一声怒吼，猛地发力，使出致命一击，而男人见到这一幕，就这么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任由3头变异兽的利爪穿透自己的身体。一瞬间，男人化身血人，他也趁着3头变异兽攻击的间隙，使出自己最后的一击，狠狠地打在3头变异兽的眼睛上。
大战恢复平静，三头变异兽虽然赢下了最后的胜利，但付出的代价无比惨痛。即使他能活下来，也活不了多久。失去眼睛的他，也会因为找不到食物而死亡。如此强大的存在，毁灭只在眨眼间。迷雾世界果然残酷。小豪看着天空，眉头紧皱。天色已经暗淡下来了，现在回去是怕已经晚了。走到一半，气温就得降下来，到时候必须要生火取暖。在迷雾的黑夜里生火，就是找死。留下来借着三头变异兽的余威，说不定还能活。小豪沉思片刻后，最终决定留下来，小心翼翼地绕过三头变异兽，用收集的木材制作了一个篝火。没一会，黑夜来临，气温瞬间降到零下50度，还是有点冷啊。没想到第一次在晚上离开避难所，竟然是因为看热闹。房子外面一片寂静，小豪知道，因为三头变异兽在这里，其他异兽不敢接近。要是三头变异兽不在，此时的废墟早已经变成异兽的嚎叫声了。看来赌对了呀！突然，房屋外面响起了一声巨响，小豪下意识地取出了手枪，紧紧握住。怎么听着像是什么东西倒了一样？难道……小豪小心翼翼地来到窗户边，不出他所料，三头变异兽倒地了，而倒在地上的三头变异兽旁边还流着满是红色的液体。这家伙看来是挺不过今晚了，自己要不要送他一程？如果不出手，以三头变异兽顽强的生命力，极有可能撑到天亮。天亮以后，麻烦就多了。小豪纠结当中，最终做出了决定，送他一程，提前杀死三头变异兽，就可以有整整1个晚上的时间解剖异兽。即使天亮以后立刻离开，也能有不少收获。舔狗，你去放哨，有情况立马告诉我，明白吗？舔狗闻言，二话没说就离开了房屋，在废墟的边缘巡逻起来。另一边，小豪也来到了三头变异兽的面前。不得不说，这三头变异兽的威慑力确实强大，即使他已经奄奄一息，站在他的面前还是感觉到恐惧。再见。一声枪响，子弹直接穿透了异兽的最后一个脑袋。强大的三头变异兽彻底死亡。小豪并没有着急解剖它，而是在废墟中检查起来。他需要确认那2个女人有没有死。我可不希望解剖到一半，一把匕首出现在自己脖子上。片刻后，小豪找到了第1个女人。不知道这些原住民和人类有什么区别？小豪仔细地观察了一下，包括体型、身材、长相，都和人类没啥区别，都是2条胳膊、2条腿，怎么他就能跳这么高？小豪感叹了一声，又把手放在了女人脖子上，没脉搏，看来是嘎了。小豪又再次起身，来到那个辅助小女人身边，这脉搏跳动得很明显，这个小女人看来还活着。小豪犹豫中，一个麻烦摆在了他的面前，是嘎了他，当做一切都没发生过，还是置之不理，任由他自生自灭？这个气温用不了多久，活人也能冻成死人。看着这张精致的小脸，小豪叹了口气，从背包里取出了一床棉被，盖在了他的身上。说到底，她还只是一个小女人，我也不是什么圣母，让我嘎掉一个跟自己无冤无仇的孩子，我实在下不了手。看他一时半会还醒不过来，我要抓紧时间收集物资，快点离开这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小豪转身离开，开始解剖三头变异兽。小豪专注的解剖同时，没注意到的是，在他身后的不远处，棉被下长长的睫毛颤动了几下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缓缓睁开。71人迷雾求生第6天，接上集。小豪正在解剖异兽的时候，全然不知小女人已经醒来。我这是在哪？怎么手脚都被绑起来了？就在此时，外面传来一阵砍东西的声音，有人在砍肉，一直都没停下。难道是三头变异兽？不会是有人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收割异兽吧？看来琪姐和王叔说不定已经遭遇不测了。小豪这边随着解剖的进行，背包里的新鲜肉不断的增加。获得1块新鲜的肉加30，获得3头变异兽的血液加20，获得3头变异兽的骨头加1，获得狂暴之心加1。小豪一刻都不敢停歇。一晚上下来，背包里足足装满了600块肉。就这600块肉，不夸张的说，现在我就是迷雾上最富有的生存者，没有之一。随着太阳升起，天色渐渐亮了起来。小豪扔掉手里的骨刀，满意的从地上站了起来。舔狗，回家。等等，那个小女人还躺着呢，这要是把她给忘了，用不了多久，异兽就会把她给吃了。小媳妇，醒了没？醒了就动一下，不然我就钻进去了。不行，不能落在她的手上，不然自己一定会被折磨死的，倒不如咬舌自尽，还能少受一点痛苦。我给你旁边放了一把骨刀，能割断绳子，你动作快一点，说不定还能活命。话音刚落下，脚步声越来越小，到最后逐渐消失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放过我了吗？难道老大说的是错的？营地外面还有好人。随即，小杰抬头看向前方，眼前的景象让小杰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。这是三头变异兽，骨架都无比干净，一点肉都没留下，简直比王叔他们还狠，估计狗见了都要哭晕在厕所。对了，琪姐和王叔人呢？小杰想起自己的2个队友，忙不迭地朝四周找去。仅仅片刻，小杰就找到了强壮男人和性感女人的尸体。琪姐，王叔，对不起，小杰没用，不能带你们安全的回去了。小杰一边哽咽，一边挖坑掩埋尸体。琪姐，王叔，我走了，你们在下面要记得相爱。
不对，营地在哪？我根本不认识回去的路。以前琪姐和王叔在，我从来都没考虑过认路的问题。而现在我要怎么回去？不管了，就往前面走吧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回去的路。另一边，小豪回到避难所，系统的声音响起。生存第7天，奖励1：精良级避难所扩建图；奖励2：力量强化药剂；奖励3：粗糙级土壤净化器。不容易啊，这3个奖励都是我想要的。现在这个空间太小了，放完浴缸和熔炉，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药剂和净化器虽然有用，但在交易界面都能找到，没扩建图那么少见。我选择奖励1：扩建图。获得精良级避难所扩建图，使用后避难所空间增加200平方米。哦，这么大，普通级的只能增加5平方，精良级的竟然能增加200平方米，足足是普通级的40倍。下一秒，一阵耀眼的白光笼罩整个避难所，白光散去，原先拥挤的小平房摇身一变成了大平层。现在别说一张大床，就是20张床也放得下，总算有点家的样子了。小豪随即架起了一堆篝火，开始烤肉，打开了生存手册，一条私信弹了出来：救我啊！是交易土壤净化装置的那对姐妹，怎么救？有人追杀我，我需要武器。对方有多少人？3个，有枪。要是1个人我还能借，但是3个人的话，而且我也只剩下3发子弹了。只要我能活下来，我所有的东西都给你。我来这个地方之前是警察，而且是局里的格斗冠军。只要给我武器，我能反杀，请你相信我。真没想到他竟然是警察，可这手枪是自己最大的底牌，给了他，万一不还给我，损失就大了。小豪犹豫了一会，最终做出了决定。对不起，我无能为力，你还是找别人吧。小豪这段话还没发送成功，一个交易请求弹了出来。对方向你发出交易请求，交易物品：方便面加10，矿泉水加5，普通级土壤净化器加1，粗糙级土壤净化器建造图加1。说的没错的话，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。自己还没答应他的请求，他就把所有东西全都发过来了。看来他已经到了10万火急的时候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不表示一下，就太不是人做的事情了。手枪借你，只有3发子弹，省着点用。话音刚落下，背包里的手枪和子弹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几10样东西，各类图纸、蓝图5、6张，还有各种物品。就算手枪拿不回来，能换到这些东西也值了呀。另一边，某个废墟里，黑丝美女陈雪被3个男人追杀，小腿也被子弹击中，正躲在某栋房屋的阁楼里。小妞，别躲了，别让爷找你，不然等爷找到你，可有你好受的。小妞，我看见你了，快点出来，让爷好好疼疼你。在陈雪发出交易请求后，时间1分1秒流逝，眼见还是没有回应。如果还是不愿意帮我，我也不能被别人折磨死。渐渐的，陈雪已经绝望了，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准备。对方向你发起交易请求：沙漠之鹰半自动手枪加1， 45口径子弹加3。手枪借你，只有3发子弹，省着点用。3个人，3发子弹够用了。71人迷雾求生第7天，接上集。在陈雪借到手枪后，一个猥琐凶残的男人拿着斧头，一边喊话，一边朝着房屋走去。小妞，别藏了，爷都看见你了。下一秒，地面上的血迹引起了男人的注意。看来那女人就在这房屋里面了。凶残男人随即握紧手里的斧头，看着打开的木门，大力一脚把门踹开，走了进去。哈哈哈，小妞，这下看你往哪里跑。男人查看四周，除了废弃的马桶，房里空无一人。怎么不在这？就是这一愣神的功夫，突然一把匕首插进了胸口。男人刚想要喊人，还没开口，一口老痰猛地喷了出来。另外2个同伙猛地回头，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。不好！2人快速靠近，来到门口举枪就杀。是玻璃瓶，完犊子了！不出他们所料，女人此时此刻正站在他们身后，手里拿着沙漠之鹰手枪。随着2发子弹，2人瞬间倒地。这一次真是死里逃生，要不是那个家伙把手枪借给了自己，自己这一次必死无疑。陈雪后怕之后陷入了沉思。迷雾这种危机四伏的地方，你再警惕，也难免会遇上很多危险。再加上自己这张好看的脸，第一次觉得一副好看的皮囊也是一种过错。突然，房子外面传来了一阵异兽的低吼声。废墟里的异兽回来了，血液的气味会吸引异兽。陈雪想到这，打开了生存手册。枪是借来的，多借一会也得和债主说一声。还活着吗？看到这条消息，陈雪第一次感受到温暖。不管对方是不是关心自己的手枪，但还是有人在乎自己的死活。还活着，还好，手枪还在，那就好。还剩下1发子弹，等我回到避难所，手枪和子弹原路返还。竟然子弹还没用完。他只用了2发子弹就嘎了3个人，不愧是警察出身，牛皮啊！小豪想了想，随即点击了交易。交易物品：1包辣条加3， 1瓶矿泉水加10，普通级铁铲加1。这些物资自己留着也没啥用，倒不如先借给他。这些东西借给你，1个星期还我。
看到小豪发出的交易请求，陈雪整个人都呆住。能感觉到他是真心想让我活下来。一个只交易了2次的陌生人能做到这一步，已经很不错了。而且现在找一个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，比登天还难。陈雪想到这，感慨万千。迷雾世界，一个人生存太难了。还好吧，没觉得有什么难的。那是你没有遇到真正的坏人。谁告诉你我没遇见过其他人的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要是物资的话，我可以再借你一点，也不是不行，但要收利息。这家伙满脑子都是物资，就没有点其他东西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想跟你一起，2个人生存，互相能有个照应啊！小豪这边在看到这条消息后，直接傻眼了。说实话，我还没考虑过跟别人一起生存，多一个人反而是负担。但是他是格斗冠军加射击冠军，如果人品靠得住，也是可以考虑一下的。对不住了，妹子，我还是习惯一个人。你还习惯一个人？骗鬼呢！没想到自己警校第1大美女，也会有被人嫌弃的一天。嫌弃我是吧？我还偏要跟你一起。人类是群居动物，抱团取暖是大势所趋，一个人生存绝对不是长久之计。我知道你能力很强，一个人也能生活得很好，但这只是暂时的。等迷雾上出现大规模的人类势力，像你这样的独行侠很难再有生存的空间。抱歉，你是个好人，但我只想一个人安静的生活。该死的家伙，可能你对我有一些误会。我姓陈，今年20岁，警察学校毕业3年，曾经多次获得局里的格斗冠军、射击荣誉称号，身高175，体重120，面容美丽，性别女。另一边，小豪正在忙着熔炼铁锭，随后就看到陈雪发的自我介绍，身高175，体重120，呵呵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不是 gay。等等，她竟然是个女人！不，女人就更加不行了。红颜祸水，要是长得好看，不知道会给自己惹多少麻烦。什么叫面容美丽？要是10分的话，你给自己打几分？哼，果然，男人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。我给自己打10分。没毕业之前，我就是学校的校花；毕业后，更是有无数人在追求我。抱歉，咱俩不合适。10分都不合适，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你是5分，咱俩还有可能；6分勉强也能接受，但是10分的话，对不起，我只能说咱俩不合适。小豪这段话如同一把利剑，刺中陈雪的大动脉，一时间，陈雪被气得呼吸都呆滞。滚！陈雪关上了生存手册，自顾自地生着闷气。合作不成，仁义在，骂人干什么？这人的脾气还真是古怪。随即，小豪打开了交易界面，长期收购各种珍稀物品，包括但不限于各种图纸、蓝图、药剂、价格私聊，收购烧杯、酒精灯、蒸发米，长期加工铁矿石，出售铁锭、药的私聊。我现在拥有大量的烤肉，一时半会也吃不完，倒不如换成图纸，收购烧杯啥的。消息发送出去，没一会小豪就收到了加工铁矿石的订单，5块铁矿石，我抽成1块，不算多，也不算少。小豪随即把收到的铁矿石全都扔到了熔炉里，熔炼铁矿石需要5个小时，这个时间我争取把剩下的荒地开垦完，明天开始建造大棚。小豪握着锄头卖力的干活，田狗则趴在一旁，警惕地打量着四周。突然，不远处的几道黑影引起了田狗的注意。怎么了？小豪顺着田狗的目光望去，不远处的几道人影正在接近。此时，那几道人影也发现了小豪，停在了原地。兄弟，别紧张，我们只是路过这里的。71人迷雾求生第7天，接上集。正在干活的小豪看到快速接近的3人，猛地一惊。别紧张，我们只是路过这里而已，没有恶意的。我给你们1分钟的时间，马上离开这里。好啊。对方回应了一声，便迈步走向小豪。小豪也紧盯着他们，同时打开了生存手册。手枪还我，有急用。刚回到避难所的陈雪就看到这条消息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发起了交易请求。交易物品：沙漠之鹰半自动手枪，45口径，子弹加8，借你5发子弹，别忘了还。一共8发子弹，这人可以啊。不远处，人影逐渐的靠近，3人拿着水果刀，看上去凶神恶煞。随后，3人看见小豪手里的枪，顿时眼眸一凝。小兄弟年纪不大，倒是挺厉害的，竟然能搞到枪。还有这条土狗，看着比狼还小，小兄弟能搞定它，真是厉害呢。3个男人纷纷抬起了武器，警惕地盯着田狗，一时间气氛瞬间紧张起来。还有半分钟，快点走！小兄弟别急，老哥我真的没有恶意，就是看你这么厉害，想邀请你加入我们。现在都流行抱团求生，你要是加入我们，那就是强强联手，以后这一片还不都是咱们说了算。男人说话间，目光一直没离开过小豪手里的手枪。加入你们有什么好处？有什么要求？好处很多。第一，我们搜刮物资都是集体行动，遇见危险逃生的几率更大。最后要求嘛，当然也有，就是加入我们以后，物资要统一分配，确保团队利益最大化，这也是为了大家着想。
那加入之前的物资呢？看情况，有一些东西可以留下，但大部分还是要统一分配。哼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小兄弟，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要知道，双拳难敌四手，你一个人再强，也比不过哥几个加在一起。你是在威胁我吗？我刚刚说的话，你们听不懂是不是？哈，不识抬举，这么小就知道识物者为俊杰，不容易。你敢动手？枪声再次响起，红火被子弹瞬间打成了筛子，另一个马不停蹄地逃跑了起来。舔狗随即一个饿狼猛扑，猛猛地咬着胳膊，动弹不得。你看我像是好欺负的吗？大哥，我也是被迫的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小豪摇了摇头，掏出葫芦娃，对准他的脑门就是一顿滋水。这3个家伙敢对自己动手，就是看中了我一个人好欺负，以后类似的麻烦只会多不会少，看来还是得组建自己的势力啊。小豪想到这，打开了生存手册。你在哪？我去接你。什么意思？不过在此之前，有几点我需要跟你说清楚。第一，合作以后，大本营得用我的避难所。这家伙是答应跟我合作了吗？等等，我还没同意呢，怎么就商量大本营的事了？这家伙难道要我跟他睡一张床不成？我会给你腾出来一个房间，不经允许，我不会进你的房间，同样你也不准进我的房间。还腾出来一个房间？你避难所多大？200平方米，咱们2个住足够了。200平方米，自己还在住5平方米的房屋，他已经住上200平方米的大平层了，人比人气死人啊！第二，咱俩搜刮到的物资由我统一分配，有利于避难所建设的将会用于建设避难所，剩下的不出意外咱们平分。凭什么是你分配？第一，我实力比你强；第二，我能更妥善地处理物资。陈雪看到这条消息，不服气地撇了撇嘴。这家伙说的没错，他的实力的确比自己更强一点。第三，在家里咱们可以有分歧，但在外面或者面对外人不能互相拆台，除非10万火急的事情，否则都要一致对外。合作的基础就是互相信任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还不如不合作。好，你有什么要求？我只希望见面以后你不会后悔。放心，我从不为自己做的决定后悔。希望如此。不就是长得丑吗？猜也能猜出来。我本就没想过找一个美女做伙伴，长得丑又有什么大不了？要是没其他要求，咱们之间的规矩就这么定下来了。自我介绍一下，在下小豪，23岁，小学还没毕业，无业游民。我叫陈雪，上次给你介绍过了，你都知道。陈雪，这名字倒是挺好听的。我给你发一张地图，你看看有没有熟悉的地方。这片废墟离我很近。小豪看着陈雪标记的位置，微微一震，这看着有点眼熟啊，难道是他？你上午，我下午，各搜各的，互不打扰。是你，既然认识，那就好办了。还是那个废墟，1个小时后不见不散。此时，陈雪还沉寂在这不可置信的巧合中，良久后才反应过来。好。此时，小豪带着舔狗来到废墟中，安静地等待着，有点像见网恋女友的感觉啊。紧张中又带着一点忐忑，不知道这个给自己打10分的家伙到底长什么样，最好不要太丑，8、9分就差不多了，这样也不会招惹麻烦。这时，身边的舔狗似乎发现了什么，跳了起来，警惕地望向某个方向，目光中出现了人影，干净飘香的头发，紧身的皮衣，白皙的皮肤，苗条的身材，犹如仙女下凡一般。我去，她就是陈雪吗？70亿人迷雾求生第7天，接上集，陈雪缓缓走来，肤白貌美、大长腿般的御姐形象，让小豪激动得不得了。你叫陈雪？小豪，还真是她，怎么是个长腿御姐？怎么后悔了吗？有点后悔，早知道你长这样，就不该答应你。我只对丑的女人感兴趣。你……陈雪闻言，脸上露出一抹恼怒之色。你这土狗从哪来的？舔狗听见土狗这2个字，马上一声咆哮，面露不满。吼什么吼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这不是土狗，是一只狼。什么？这是狼？这里不安全，有话回避难所再说。好。回到避难所，小豪推开避难所的房门，随即做出一个邀请的手势，欢迎加入我的团队，陈雪美女。好的。下一秒，陈雪看清避难所里面的情况，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，整个人愣在了原地。这是避难所吗？3扇木门伫立原地，客厅的区域摆着一张沙发，一张桌子，桌子旁边是一堆篝火，还有一个烧烤架。怎么样，还行吧？还行，这岂止还行，简直非常行。跟自己5平方米的小房屋比，这座避难所简直是天上人间啊！你的房间我已经整理好了，其他的有什么需要跟我说，能满足的尽量满足你，剩下的等明天再说。累了一天了，先回屋休息吧。这是我复制的避难所钥匙，嘎也不能给别人，明白吗？放心，嘎也不会给别人的。你休息吧。不管是在迷雾上还是在局里，我都非常排斥跟别人有身体接触，但是他给我的感觉非但不排斥，反而觉得心里特别温暖。
另一边，小豪回到房间以后，再次发布了收购的消息。消息发出，很快就有人找上了小豪。对方向你发起交易请求：捕兽夹合成图纸、铁栅栏建造图、铁铲合成图纸、子弹合成图纸、火药合成图纸、铁箱合成图纸、普通级土壤净化器建造图、水井建造图。8块烤肉换9张图纸，简直血赚啊！是否使用捕兽夹合成图纸？是。捕兽夹既能捕捉异兽，又能保护避难所。制作30个捕兽夹就是210块铁锭，但是这铁锭也不够用啊，看来还是得找到铁矿。明天上午开垦，下午出去逛逛，希望能找到铁矿吧。小豪随即从背包取出2块烤肉，放在烤架上，炙热的篝火激发出烤肉的香味，瞬间肉香弥漫开来。而隔壁房间，陈雪则小心翼翼地把一半面包掰成一小块一小块，用热水泡开。用水泡面包，面包不至于太硬，吃下去饱腹感也更强。下一秒，一股诱人的香气突然从隔壁传来，这是烤肉的味道。自己还在啃硬面包，小豪那家伙竟然都吃上了烤肉，真讨厌啊！肉香在房间里弥漫，陈雪猛地把头蒙在被子里面，努力控制自己不去想烤肉的事情。舒服。生存第8天，奖励1：养殖场附送3种牲畜，公母各1只；奖励2：力量强化药剂；奖励3：粗糙级土壤净化器。养殖场是个好东西，但这片鬼地方杂草都少，想要饲养牲畜基本不可能。净化器这玩意现在就免了，我选择奖励2：力量强化药剂。获得力量强化药剂，使用后力量翻倍。力量翻倍，这样的话，等自己力量强大起来再用，岂不是很牛皮？第2天清晨，小豪推开房间，就看到长腿玉姐正坐在沙发上，拿着一个碗，吃着什么东西，一双好看的眼睛，此时此刻布满了血丝。吃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你昨晚没睡吗？你是不是怕我进你房间啊？陈雪听见这话，瞥了一眼小豪，没有说话。哼，果然如此。放心，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，你以后尽管睡，除非有要紧的事，我不会找你。实在不放心，就上把锁，我不介意。这家伙是真傻还是装傻？你在隔壁烤肉，让我怎么睡啊？别说了。这女人还真是奇怪，难不成她是来那个了？小豪想到这，从背包里面取出了一块干净的棉布，干净的，没用的。什么意思？女人嘛，1个月总有那么几天，可以理解。小豪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这是关心你啊，这也有错吗？你这叫关心，你分明就是侮辱。昨天我都要睡着了，你突然在屋里面烤肉，搞得我一晚上睡不着。今早又拿个棉布，说什么女人总有几天，你不就是看不起我，觉得我不配跟你一起吗？东西还我，我现在就走。什么鬼啊？不是，我烤肉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烤肉这么香，我怎么睡？而且你早不烤肉，晚不烤肉，偏偏等我来才烤肉，这不是故意的吗？你在说什么屁话？我1天3顿烤肉，什么叫偏偏等你来才烤肉？1天3顿烤肉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算了，让你见见世面。小豪打开系统，瞬间桌子上堆满了烤肉。陈雪看到堆积如山的烤肉，脸上露出不可置信表情。现在相信了吧？我根本就没想羞辱你，是你自己想多了。这么多的烤肉，难道废墟里的那头大型变异兽是你嘎的？71人迷雾求生第8天，接上集。小豪取出一堆烤肉，把陈雪震惊的好一会才缓过来。难道废墟里的3头巨兽是你嘎的？只有那3头巨兽才有这么多的肉啊？算是吧。虽然不是靠自己一个人干掉的，但也有自己的一点功劳。这么强大的异兽，他都能嘎掉，我能知道你是怎么嘎的他吗？不能。还没回答我，你吃的什么呢？面包泡的热水。这么小的碗，看来最多只能装半块面包。你应该是把1块面包掰成2份，早上1顿，晚上1顿吧。陈雪闻言，自顾自地吃着饭，没有回话。这块烤肉给你，快点吃，吃完跟我出去干活。哼，无功不受禄，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你没义务管我的伙食。你想多了，这是预支的报酬，等会要干体力活，我可不希望你干到一半饿晕过去。陈雪看着桌子上诱人的烤肉，表情出现了无数次的变化。对了，我这里还有打火机和盐，可以借你。突然，小豪正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陈雪。打火机和盐放桌上了，要用你自己拿。不就是块烤肉，至于吗？搞得好像那啥了一样。妈呀，吃相这么难看，丢死人了！吃饱过后，小豪带着陈雪来到传说级水井前。这就是我们的水源，稳定可靠，以后搜刮的时候水就不用拿了，直接到这来取。好。水井附近是我开垦的土地，等会你把你的土壤净化装置也放在这里，咱们一起开垦，最多3天就能完工，到时候再建造大棚种植作物。这是上午干的活，下午的话，咱们要去搜索一下附近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铁矿。随后，别看陈雪一副娇贵的样子，论起锄头来，一点不比小豪差。很快，2个人只用了1-2个小时，就开垦出了一大片田地。今天就到这了，下午跟我一起去找铁矿。
两人坐在木板上补充了一下能量，随即起身前往了下一个目的地。两人很快走了2个多小时，附近除了荒草枯树，别无他物。再往前走，可能还是什么都找不到，纯粹就是浪费时间。小豪，你看那边。顺着陈雪的目光望去，不远处一座小山丘上，一只看上去像野牛一样的异兽，此时此刻正趴在地上吃着土。原来迷雾上还有吃土为生的异兽，吃土都能吃得这么强壮。小豪，野牛后面有露天铁矿，你确定？这种露天铁矿我见过，不会认错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没想到我一直找的铁矿就在眼前。天要黑了，咱们先撤，明天再来。好。看这地图，想要靠近矿山，必须驱赶那群异兽，那是去往矿山的必经之路。小豪正当发愁怎么驱赶异兽时，一道交易消息传来：大佬，最近又弄到2张图纸，你要吗？还是8块面包1张，有多少我全要了。对方向你发起交易请求，鞭炮合成图纸，烟花合成图纸。鞭炮、烟花，这就来了吗？同意。获得烟花合成图纸+1，获得鞭炮合成图纸+1。有了鞭炮和烟花，还怕赶不走异兽吗？背包里制作鞭炮和烟花的原材料就差硝酸盐这一项了。小豪随即在交易市场寻找硝酸盐的交易信息。硝酸盐1块面包1份，大量出售火药1块面包1份，无限量供应。这么贵，而我至少需要4份烟花，这些加在一起换成就是2块烤肉，这还不算鞭炮这些。小豪没再纠结，一口气买了120份硝酸盐，200份火药。是否制造？是。白光笼罩，片刻后，桌子上出现了大量的烟花和鞭炮。有了这些东西，铁矿石还不是手到擒来。突然，一阵开门声响起，陈雪刚刚洗完澡，身上还裹着浴巾。这是什么？烟花和鞭炮，明天要用的。你想要抓异兽，这有点冒险啊。生活在迷雾，什么都不做才叫冒险。说话间，小豪的眼神坚定且自信。好，那就听你的，明天抓异兽。小豪随即和陈雪花了2个小时商量计划细节。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，点燃烟花和鞭炮需要3个人，而我们只有2人。不就是点鞭炮，舔狗也能做啊？舔狗，就算他很聪明，知道怎么点燃鞭炮，但还是容易出现意外。行吧，明天先让舔狗试试，可以的话就让他来，不行就按照原计划来。好呀。小豪从背包取出2块烤肉，明天早上要布置陷阱，吃饱了好干活。就这样，天色彻底暗了下来。客厅里烛火摇曳，2人加一狗，一口面包，一口烤肉，静静地享受着美食。早点休息，明天一早就出发，争取天黑之前做完一切。好的呢。这声音，哎呀，我怎么会发出这样的声音？丢死人了！都怪这一次吃得太饱，以后说什么也不能吃这么饱了。回到房间里，小豪躺在床上思考着明天的计划。要是能再来一个人就好了，只可惜在这迷雾上，想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帮手，比登天还难。小豪正想着，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：71人迷雾求生第9天，奖励1，极品女护卫；奖励2，养殖场；奖励3，会跳舞女护士。这系统是不是会读心术啊？怎么刚想女护卫就来了2个？我选择奖励2，极品美女护卫。现在身边已经有了陈雪这个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御姐，再要一个会跳舞的女护士就没啥意义了。更何况迷雾上最珍贵的就是忠诚，而且还是极品美女级护卫。获得极品女护卫，来自阿巴阿巴王国的强大女骑士，永不背叛。忠诚的阿巴阿巴骑士永远不会背叛他的主人。骑士精神、荣誉、牺牲、英勇、怜悯、诚实，坚不可摧。阿巴阿巴骑士他的盾牌使承受的攻击伤害减少90%。白光笼罩间，一个身穿重甲的女骑士出现在小豪的房间。尊贵的小豪大人，您最忠诚的仆人莫甘娜向您问好。欢迎你，我的骑士莫甘娜。不过没有预留你的房间，你今天就睡在客厅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还有任务。是，大人。第2天早晨，身穿贵族服的莫甘娜此刻正坐在沙发擦拭自己的佩剑。陈雪看见面前的莫甘娜，愣在了原地。你是哪位？尊贵的夫人，我是小豪大人忠诚的仆人莫甘娜。你误会了，我不是什么夫人，我只是小豪的朋友，我叫陈雪。一阵开门声响起，小豪站在门口看着他们俩。小豪大人，你醒啦？该怎么跟他解释莫甘娜的来历呢？小豪，我和莫甘娜已经聊过了，不用介绍了。今天的行动，莫甘娜参不参加？哦，参加的。既然这么信任我，都不问莫甘娜的来历。行，那我跟他说说今天的计划。1小时后，顺着山丘的方向，小豪、莫甘娜、陈雪拿着一堆捕兽夹，一个个的布置的密集一点，抓到的几率更大。是大人。很快，随着众人的忙碌，70个捕兽夹布置完毕，然后就是烟花和鞭炮了。记住，你们俩的安全最重要，要是失误了，立刻跑，不要想着补救，知道吗？目标是露天铁矿，捕捉异兽只是顺手为之，抓到了锦上添花，抓不到也无所谓。是，大人。
众人抵达预定的地点，小豪掏出打火机，点燃引线，一道道绚烂的烟花冲天而起。躲在两侧的陈雪和莫甘娜见到这一幕，没有丝毫犹豫，也点燃了鞭炮。一时间，三面都有鞭炮声响起，异兽惊动，所有的异兽都开始一边跑一边向往同一个方向逃窜。不一会儿，就有异兽踩到捕兽夹，直接倒在地上，悲催的哀嚎声响彻天空，场面无比的混乱。成功了！小豪站在陷阱前，看着倒在地上的异兽，嘴角的笑容遮掩不住开来。没想到能抓到4只，要是有公有母，我们就赚大发了。是的，就算都是公的，嘎了取肉也能存下来不少。好了，那就按照计划，准备在山丘旁边建造一个养殖场，把这4只异兽关进去养着，这样就不用把异兽弄回避难所了，省了很多麻烦。好。陈雪和莫甘娜随即从背包里事先准备好的麻绳，缓步走向异兽。一时间，天空又是一阵异兽恐惧的叫声。此时，身后突然响起了一阵沉闷的汽车鸣笛声。众人看去，只见一辆重型卡车快速开来。小豪等人立刻下意识地掏出手枪，车门打开，一个身穿性感裙子的女人从驾驶室走了出来。你们是求生者吧？小豪一行人紧紧地盯着女人，没有说话。你们别那么紧张，我们是商会的人，只做生意，不抢劫。商会的人难道是原住民？商会的信誉，迷雾上无人能比。等以后多见几次面，你们就不会这么警惕了。还有，这玩意叫石铁牛，吃土里的矿渣就能活，是各大聚集地主要的牲畜，野生的已经不多见了。你们能抓到4只，运气够好的。提醒你们，公的石铁牛性情暴躁，用麻绳可拴不住它们，得用铁链。那怎么分辨公母？很简单，看起来像公的就是公的，不像公的就是母的。这和说和没说有什么区别啊？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车上有几样好东西，你们想不想要？什么好东西？你能用上的不多，就4样：1瓶敏捷药剂，1把自制的步枪，1套电钻，还有1辆山地摩托车。哦，4样都是好东西，怎么交易？跟你们生存者交易，不是看我们要什么，而是看你们有什么。小豪随即从背包里取出了50块烤肉，还有各种异兽的鲜血、心脏、肝脏。优质的烤肉是硬货，能弄到这么多，你们3个在求生者里也算顶尖了。异兽的鲜血是强化体质、制作药剂的原材料，但也得看是什么品质的鲜血。我看到了什么？狂暴之心。女人看着硕大的心脏，脸上顿时露出诧异之色。极品的狂暴之心，没想到你们生存者也能弄到这么好的东西。我收回刚说的话，你还可以交易更多的物品，比如1辆单人飞行器、1把重型机枪、1座坚不可摧的堡垒，其他的你现在就可以拿走。而堡垒最多2天就能建成，前提是你愿意交易你的极品狂暴之心。怪不得敢开着这么一辆重型卡车在迷雾上横冲直撞，人家确实有这个实力啊！一时间，小豪陷入了沉思。电钻怎么充电？太阳能充电板，边使用边充电，毫无后顾之忧，质保2个月，出现任何问题都可以免费维修。5大区域都有我们的常驻聚集地。价格呢？如果是用狂暴之心，除了电钻，你还可以得到敏捷药剂和1把自制步枪。我不用狂暴之心，那就80块烤肉，便宜一点。商会从不讲价，卖给你是80块烤肉，卖给其他人也一样。除了300块储备粮，用于交易的就只剩下100块。如果买电钻，就只剩下20块。1把电钻值不值得付出这么多？我想看看货。可以，抬上来。下一秒，2个2米多高的壮汉抬着一套巨大的电钻走了过来。这俩壮汉不是人，这些特征不像人，反而像是异兽。71人迷雾求生第9天，接上集，2个搬出电钻的变异人，让小豪众人为之惊讶。手持电钻，只要不是孩子都能使用，你可以试试。小豪随即拿起手持电钻，电钻打在土地上，土地瞬间4分5裂，成了碎渣。好东西啊！80块烤肉，成交。好，接下来是重型机枪、飞行器和堡垒，你想要哪样？我都不要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知道这狂暴之心有什么用。1块烤肉，我可以告诉你。成交。狂暴之心的作用只有一个，进化异兽，比如3头野怪属于4阶异兽，2阶异兽吞噬狂暴之心，就可以进化成3阶异兽。小豪听见这话，下意识地看了舔狗一眼。什么是4阶异兽？什么又是2阶异兽？有什么判定标准？1块烤肉。小豪没有犹豫，又取出了1块烤肉。1阶异兽，人畜无害；2阶异兽可能嘎掉人类；3阶异兽能嘎掉人类；4阶异兽能摧毁一个小型聚集地。我说的人类是指我们，而对你们求生者而言，人畜无害的1阶异兽也可能嘎掉你们。不就是想说我们很弱吗？那我这头座狼属于什么级别？2阶。这舔狗只是2阶啊。怎么样？你确定不要交易吗？确定。很遗憾，4阶的异兽心脏现在可不常见了。既然没什么要交易的，那我们走了。希望下次还能见到你，求生者。性感女人随即拿起80块烤肉离开。对了，好好收着，你是第1个获得这东西的求生者。
商会。获得商会的优质客户，你是迷雾世界上商会的优质客户。1. 下一次和商会交易可获得9折的优惠。2. 商会5大常驻聚集地的居住权。3. 付出一定代价可获得商会护卫的帮助。我是第一个获得铁牌的求生者吗？听上去挺不错呀。莫甘娜，你拿着电池板跟我上山。陈雪，你看着这些石铁牛、舔狗出去巡逻。好。来到山上，小豪双手握住电钻，一瞬间电钻火力全开，轰鸣声传遍整个山丘。获得10块加5，获得铁矿石加7，获得铜矿石加1，获得硝酸盐加1。仅仅片刻，小豪的背包里就出现了大量的石块。莫甘娜，你把这些石块送给陈雪，让她建造石墙，我继续采矿。是，大人。小豪随即把石块交给莫甘娜。时间1分1秒流逝，天色渐暗。此时，小豪的背包已经快要被各种矿石装满，也该回去了。是否使用物品升级卡，史诗级电钻升级成传说级电钻？差点忘了，背包里还有一张物品升级卡。是。传说级电钻升级后的电钻体积更小，原来10分钟能开采1-2块矿石，现在能开采出2-3块。好东西啊，说是采矿神器也不为过。有了这玩意，还怕以后没矿石用吗？走下山丘，陈雪、莫甘娜、舔狗已经聚在一起。小豪随即看到用石墙围起来的简易牛圈。时间有限，只能建成这样，明天再改。能围住就行。天要黑了，先回家，有事回家再说。好。回到避难所，天色彻底暗了下来。小豪3人坐在沙发上，一边吃着烤肉，一边聊着天。发现了吗？晚上好像不那么冷了。以前必须裹着棉袄、披着棉被才能御寒，现在只是裹着棉袄就很暖和了。没错，是比以前暖和了。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里温度上升了，还是所有的地方温度都上升了。小豪没有回话，随即打开了生存手册的聊天频道。大家有没有感觉晚上的温度上升了？没错，我早就发现了，气温在上升。现在晚上的温度最起码在0上8度，怪不得这几天异兽比以前活跃了。我是36弟，在王哥的带领下，我们聚集地正变得越来越好。想要加入我们的，只需要跟我私聊，发送你的定位，我们立刻就会派人去接你。欢迎你们加入王哥的大家庭。王哥，呵呵，整个沙漠谁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？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遇见王哥，光是在频道求救的就不下5个人，你们还好意思在频道宣传？就是，我就算恶嘎，也不会跟着你们做强盗。很显然，大家对迷雾强盗都十分的不满。看来，随着温度上升，迷雾的夜晚会变得更加危险。小豪想到这，走到避难所的大门前，打开了建造表。普通级铁门是否建造？是。白光笼罩，原先的木门变成了钢铁大门，看上去安全感十足。升级完大门，小豪回到避难所内。以后晚上只会越来越危险，大家不要睡得像猪一样。是，大人。放心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。交流界面大家发的消息我也看到了。小豪随后又打开了生存手册，看着原住民所说的狂暴之心，东西留着也是留着，用了吧。有一只3阶的独狼在，除非是遇到3头野怪那样强大的存在，否则没人能威胁到我的安全。舔狗，给你的，吃吧。地上的舔狗闻到狂暴之心的气味，眼神里充满了好奇。放心，就是给你的。舔狗嚎叫起来，直接扑向了狂暴之心，一口一口的撕咬起来。仅仅片刻，舔狗的身体悄然发生变化，体型整整变大了一圈，单单站在原地就给人一种不可冒犯的威严。铜皮铁骨，魔狼阿巴的血脉得到净化，防御力增长90%，持续时间10分钟。嗜血，吸收血液后攻击力增长20%。看来舔狗进化后还多了2个技能，时候不早了，大家早点休息。说完，小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打开了交易界面。很快，一张图纸吸引了他的注意。蛋壳制造图纸，30块面包，不讲价，要的私聊。我要了。获得蛋壳制造图纸，使用后解锁蛋壳制造方法。还需要黄铜。小豪随即继续在交易市场交易了7块黄铜。获得黄铜加7，蛋壳是否制造？是。获得子弹加7。终于实现子弹自由了，掌握了制造子弹的方法，起码有了对抗迷雾上掠夺者的资本了。小豪心满意足地躺回床上，下一秒，系统的提示音响起：71人迷雾求生第10天。奖励1：养殖场；奖励2：普通级避难所扩建图；奖励3：异兽鉴赏手册。养殖场和扩建图不用说了，直接 pass。而这异兽鉴赏手册以前从来都没见过，说不定是个好东西。我选择鉴赏手册。获得异兽鉴赏手册，本手册收录了迷雾上所有异兽的详细信息。迷雾上最稀有的就是信息，掌握了信息就等于掌握了资源，还能帮我分辨哪种异兽能惹，哪种异兽不能惹。小豪激动地收回鉴赏手册，躺回了床上。第2天客厅里，陈雪和莫甘娜早已起床，坐在沙发上吃着早餐。大人。陈雪见到这一幕，表情变得有些奇怪。这莫甘娜和小豪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莫甘娜在小豪的面前这么卑躬屈膝？
正当陈雪胡思乱想中，一张大手伸了过来，手张开，里面全是子弹，8毫米子弹，我造了20枚，支付你昨天的报酬。好。陈雪没有拒绝，伸手接过子弹，继续吃饭。按照计划，本来应该上午开垦的，但养殖场还没建好，铁厂附近也没排查，今天的开垦暂时取消。吃完早餐，小豪随即带着众人直奔铁厂。山丘下，一座用石墙围起来的养殖场显得十分显眼，把石墙拆了，建成更大的，里面围上铁栅栏。但我没有解锁铁栅栏的建造方式啊。对啊，差点忘了，跟铁有关的建筑只有自己解锁了。那你去采矿，养殖场我来建。好。小豪随即把传说级电钻给陈雪。这个怎么和昨天不一样？我有物品升级卡，把它升级了。物品升级卡竟然还有这种东西，这小豪到底藏了多少底牌？采矿的时候专心一点，安全不用你管，有舔狗在。好的。陈雪随即拿着电钻向着山上走去，而小豪则站在原地看着面前的石墙，犯了难。一直都是建墙，拆墙还是头一次，这可咋办？大人可是想拆墙？你可有办法？是的，大人。一道白光忽然笼罩莫甘娜的全身，莫甘娜身上的贵族服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钢铁重甲。你这是准备硬拆啊？对的，大人。这么一面石墙，凭个人能拆得掉吗？那你就试试吧，别伤到自己。莫甘娜举起盾牌，义无反顾地发起了冲锋。只听见一声巨响，石墙轰然倒塌，就连4头石铁牛都瞪大了双眼，满是震惊。这莫甘娜竟然这么厉害，干得好啊，莫甘娜！能为大人效力是我的荣幸。石墙倒塌，小豪重新收集石块，建造4面更宽的石墙。为了防止有肉食性异兽接近，小豪还取出了3头怪物的一个头目，插在地上，用作警告。看样子还要一会才能天黑，再去田地看看吧。随后，3人一狼又来到了田地，而刚一接近，陈雪就变得警惕起来。这地方有东西来过。小豪闻言，努力思考中，而陈雪则观察地上偌大的脚印。是异兽，还不止一种，有几只是昨晚来的，有几只是今早来的。果然比以前活跃了。放在以前，异兽很少会离开废墟来这么荒芜的地方。看这脚印，都是小型异兽。我们今天弄打几个，挨了打，他们才能知道这地方不是他们能来的。好。做出决定后，3人回到避难所休息了一会。天色渐暗，小豪拿着手枪重新回到了田地。咱们3个各自负责一个方向，集中注意力，不要走神。好。时间1分1秒的流失，四周还是没有出现异兽的任何动静。难道是舔狗的气息吓跑了他们？进化后的舔狗属于3阶异兽，有它在，其他异兽不敢接近，倒也正常。舔狗，你先回避难所。随着舔狗跑回避难所，很快，小豪的前方出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。终于来了！小豪脑海中鉴赏手册声随之响起。米老鼠，2阶异兽，性情暴躁，以肉为食，公的体型较大，母的体型较小，攻击方式以冲撞为主，皮糙肉厚，防御力极强，弱点是眼睛。没想到这米老鼠看上去平平无奇，竟然还是个2阶异兽。如果弱点是眼睛的话，以陈雪的枪法应该没问题。看见那头米老鼠了吗？打他的眼睛！一声枪响，凄惨的哀嚎，米老鼠重重地砸在了地上。嘎了，就这，看来这异兽鉴赏手册还真是好用啊。然而还没高兴一会，鉴赏手册声再次响起。飞行螳螂，1阶异兽，性格谨慎，以肉为食，攻击方式为2只钳子，擅长伪装人类走路，弱点是防御力低。又来一只。不远处一个凸起的小螳螂正在缓慢地靠近，朝那地方开枪。那里什么都没有，开枪岂不是浪费子弹？听我的，没错。枪声响起，小型异兽猛地跳了起来，急速逃跑。陈雪眼疾手快，又开了一枪，异兽应声倒地。你怎么知道那里藏着异兽的？凭直觉。陈雪诧异地看着小豪，眼见小豪不愿多说，也没再追问。此时此刻，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，气温也降到了最低度。今晚就到这吧，布置一下陷阱，我们明晚再来。看这情况，不太可能会有异兽再来了。小豪拿出30个捕兽夹，分给陈雪和莫甘娜，让他们在避难所附近布置陷阱，自己则又取出一个3头怪物的头目，插在了田地的中间。再过几天就能播种了。迷雾上的种子和普通种子区别很大，像是辣椒，正常的生长周期在5个月左右，而在迷雾上只需要5天就可以了。不出意外，5天后就能吃到辣椒了。就在小豪激动中，不远处传来一声异兽的咆哮声。71人迷雾求生第10天，接上集。就在小豪一阵激动时，不远处传来一声异兽的咆哮声。狂暴狼人，3阶异兽，性情暴躁，杂食，公的体型较小，母的体型较大，攻击力强，防御力强，没有明显缺点。攻击力强，防御力强，还没明显弱点，这怎么打？不远处，一个3米多高的庞然大物带着恐怖之势狂奔而来。陈雪眼疾手快，对准狼人的眼睛就是一枪。子弹击中，只留下一个小小的血洞。狼人瞬间激怒，咆哮着冲向小豪，锋利的爪子毫不留情地拍向小豪。坚不可摧，莫甘娜技能触发，狼人这一掌被莫甘娜硬扛下。陈雪抓住机会，再次连开3枪，咬
2枪击中肩部，1枪击中眼睛。片刻后，狼人恢复理智，再次扑向小豪。莫甘娜依旧义无反顾地挡在小豪的面前。随着一声长啸，舔狗腾空而起，越过莫甘娜，直接咬住狼人的手臂。小豪和陈雪连忙4、5发子弹同时射出，子弹击中狼人的口腔，溅起一阵血花，3米多高的狼人轰然倒下。真牛马吓人啊！如果没有陈雪、莫甘娜、舔狗，自己早就变成狼人的盘中餐了。先解剖狼人，能带走的都带走，剩下的明天再来收拾。是，大人。莫甘娜、陈雪取出匕首，开始解剖。获得1块新鲜的肉加20，获得狂暴狼人的血液加3，获得狂暴狼人的骨头加5。小豪3人忙碌了1、2个小时，才收拾完所有的血肉。大家辛苦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好的。众人各自回房，小豪刚躺下，系统的提示音响起。生存第11天，奖励1，女歌手，奖励2，遇见术，奖励3，安全门。还有御剑术，这御剑术不是仙侠世界里的玩意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选择奖励2。获得御剑术，传说中的技能，可以隔空操纵物品，修炼到最高境界，可搬山填海。是否学习？是。话音落下，御剑手册消失不见。御剑术，隔空操纵500克以下的物品，持续半分钟，冷却时间5个小时。500克以下还只能持续半分钟，好像也没想象中的那么强，还以为学会了御剑术就能上天入地，无所不能呢。昨天猎杀异兽的收益，我们分一下，把血肉分成3份，你们3个各1份，剩下的一些心脏、肝脏之类的玩意就放在我这里，用于建造避难所，有意见吗？陈雪没有犹豫，立刻说道：“就这样吧，我没意见。”3人随即合计，一共得到了130块肉、20根骨头、30份血液、1份肝脏、1份狂暴狼人之心。这些是你的，剩下的放在我这里，用的时候我会告诉你。不用，我相信你。短短的3个字，分量极重，在迷雾上，没什么比信任更珍贵。2人的目光在半空中交汇，又很快移开。好，那从今天开始，我准备练枪法，你教我。我教你，但对你而言，枪法不重要，你的作用是主心骨，是引领。枪法准，或许有用，但意义不大。咱们人少，多一个战力总是好的。训练需要大量的子弹，这个子弹的问题呢，怎么解决？子弹你不用担心，只要咱们的露天铁矿还在，就不缺子弹。小豪十分自信地说道。陈雪闻言也放下了一些顾虑。那好吧，以后我教你练枪，每天2个小时。好，而莫甘娜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也要教我练剑。话音落下，陈雪和莫甘娜都呆住。又练枪又练剑的，会不会太累了？大人，你的身体扛得住吗？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，每天抽出2个小时练习，问题不大。想要在迷雾上生存，这样的身体素质远远不够。要是没舔狗在身边，随便一只2阶异兽都能嘎了自己。随即，一整个早上，小豪都在跟着陈雪练枪。下午，小豪又来到了田地，是时候播种了。不过，这狼人的血液渗入到了地里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对种子产生影响。小豪犹豫片刻，也没想这么多，随即把小麦、辣椒、花椒、南瓜、番茄、黄瓜、白菜，一共7种作物播种了下去。接下来就是等它发芽成熟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5天后就能吃上辣椒炒肉了。田地不远处，又是3个精瘦的男人，手里拿着武器，四处张望着。你们闻到了吗？闻到什么？血腥味，很重的血腥味。你们俩打起精神，咱们可能要有麻烦了。熊哥，要不咱别往前走了，撤吧。撤了地图怎么办？王哥问起来，怎么说？都说咱们闯见异兽，没法往前走了呗。哼，废墟都越过去了，还撞见异兽，你觉得王哥会信吗？一时间，众人眉头紧紧皱了起来。他们3人是探索队，分别把地形、物资、异兽分布记录在地图上。要是探索时间太短，或者探索地区太少，都会被王哥惩罚。这样吧，咱们再往前走走，小心一点，遇见危险就撤，也算给王哥一个交代。好，3人随即一点一点向前移动，眼前一幕让他愣住。肤白貌美，大长腿，气质还好，简直甩36第一条街。这种级别的美女竟然能活到现在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们身边还只有一个不那么强壮的小年轻，看上去那么不堪一击。对面就一个小年轻，咱们3个稳一点，找机会弄嘎他。剩下2个女人，咱们舒服之后再回去送给王哥，怎么样？干不干？要是能舒服一下，嘎也值得了。干！好，那我数1、2、3，咱们同时开枪，总有一枪能中。好，1、2、3，开枪！话音落下，3声枪响，3人同时中弹。然而中弹的不是对面的1男2女，而是他们自己。3人低头一看，自己的手掌已经被子弹穿透，而对面的1男2女也已经走到自己的面前。交出物资，不嘎你们！71人迷雾求生第11天，接上集。3个长相猥琐的男人正被小豪拿着火腿肠威胁道：“交出物资，不嘎你们！”大佬，我们身上没有物资啊！小豪闻言，眉头一挑，二话不说，对准小熊的肩膀就是一枪。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
另外2人被这一幕吓得瑟瑟发抖。大佬，我们身上真没有物资，物资都放在营地了。营地？什么营地？距离这里多远？有多少人？你们2个蠢货提起营地，不是逼着人家嘎人灭口吗？大佬，我们营地离这很远，除了我们3人，没几个人了。哼，鬼话连篇。小熊瞪大了双眼，脑海只有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想嘎我？聒噪！你们2人回答我。求求你饶了我们吧！可以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就放你们走。真的吗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大佬，我们营地里有20多个人，老大是王哥，他这个人脾气太暴了，动不动就要嘎人，营地里的兄弟们都很怕他。大佬，你留我一条命，我给你带路，回到营地，嘎了王哥，营地里的一切就都是您的了。啊，对，以大佬你的枪法，只要嘎了王哥，营地里的兄弟们肯定会追随你的。哼，给我画大饼呢！够了，你们刚才提到的王哥，是不是36弟说的那个王哥？对，就是他。这样啊，没想到避难所附近还住着一伙迷雾掠夺者，这玩意就是一个定时炸弹，看来得找个机会灭了他。大佬，我们能走了吗？你们走吧，我不赶你们。谢谢大佬，谢谢大佬。2人一脸激动，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撒丫子就跑。2声枪响，2人应声倒地。我不赶你们，不代表其他人不赶你们啊！陈雪，好枪法。哼，你为什么不嘎了他们？因为我之前答应放他们走的，而且我知道，就算我不动手，也会有人动手的。哼，无聊。切，你知道的，王哥那伙人，标准的迷雾掠夺者，他们主要的物资来源就是掠夺其他求生者，他们在附近，我们一天都不得安宁，我们得找个机会灭了他们。但是他们有20多个人，我们只有3个人啊。灭他们不一定要我们动手，一下子嘎了3个人，短时间内他们不会再往这边派人了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完善避难所的设施，避难所空间太小，你在避难所外面再建一间工作室，顺便在市场再淘一些熔炉，而我这就去矿山挖矿。建在外面会不会太显眼了？无所谓，显眼就显眼，附近也没什么值得顾及的一手。好，那就按你说的办。而莫甘娜，你也留下，帮陈雪把工作室建起来。但是大人，你的安全……没事，有舔狗在。走，舔狗，咱们去矿区。舔狗一路狂奔，原先2小时的路程，只用了不到1小时就到达了矿山。获得铁矿10+8，获得铜矿10+3，获得硝酸盐+2。转眼3-4个小时过去，小豪的背包里已经装满了500块的矿石。这酸爽，还好有传说级电钻，要是用铁镐、泪镐我也挖不出这么多矿，不枉费花了我100块烤肉和一张物品升级卡，值。舔狗回家。大腿内侧火辣辣的疼，这舔狗的背太硬了，以后必须造个鞍才行啊。大人，怎么了？没事。一旁陈雪见到这一幕，工作室已经建好了，能容纳20个熔炉。多少钱买的？我给你报销。熔炉只买到4座，用了30块烤肉，还有10块买了蒸发米和2桶。蒸发米和2桶，炼药台的材料你凑齐了？是的。太好了！小豪一脸激动，用力抱住了陈雪。我都没凑齐炼药台的原料，你竟然凑齐了，太厉害了！哎呀，放开我！小豪猛地一怔，赶忙的松开了双手。抱歉啊，以前做实验和师兄弟们抱习惯了，一时间气氛有些尴尬。有了炼药台，就可以制作药剂，药剂在交易界面可是硬通货，要是能垄断这个市场，咱们以后就发财了。而这些是今天开采的矿石，你全都熔炼了，我先去把炼药台造出来。炼药台是否制造？是。白光笼罩，一座跟熔炉差不多大小的建筑出现在客厅。这就是炼药台吗？先试试看能不能用。还需要普通血液。小豪随即取出美报，狂暴狼人3头怪物的血液，随即系统上面显示全是普通血液。狂暴狼人的血液足足有30份，但问题是这兰花草是什么玩意？这东西以前从没见过，在交易界面都找不到啊。70亿人迷雾求生第11天，选手数量下降至8亿，竞赛进入第2阶段，组队界面开启，牌面界面开启，商铺界面开启。才11天，选手数量从70亿下降到8亿，看来迷雾比想象中的还要残酷。而这组队界面的开启，也说明迷雾将会变得更加危险，选手只有抱团才能生存。小豪随即点开生存手册上多出的3个按钮，组队页面空空如也。而这排名页面又分个人和世界，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比我强。小豪怀着好奇点开世界页面。1. 无极剑圣综合评分3356。2. 艾玛斯综合评分3211。3. 小豪综合评分3200。4. 陈其美综合评分3089。这第3也叫小豪？这么巧，全世界就剩下8亿人，自己排在世界第3，这是什么概念？
小豪震惊中又点开了系统中的个人页面。1. 小豪综合评分3200。2. 马大哈综合评分1500。3. 黑暗圣综合评分1165。4. 吴屁综合评分1059。3200分，世界第3，地区第1。还以为那些大势力发展的多好，没想到还比不上我呢，一群没用的东西。世界第3，小豪并没有感到高兴，反而感到压力变得更重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排名前列的肩负着可是重建人类文明的重任。小豪随即又创建了商铺，将药剂、矿石、异兽材料摆了上去。发完消息，陈雪和莫甘娜随即走了过来。排名第3的那个小豪是你？没错，是我。还真是他，排名世界第3，真有点超乎自己的想象了。小豪啊小豪，你到底隐藏了多少实力？你呢？你评分多少？地区排名140，世界排名2000多万。虽然是2000多万的排名，但在8亿人里，你已经算的是排名前列了。陈雪沉默下来，一时的落差让陈雪心里不是滋味。行了，咱俩还没组队，先把队组好。邀请陈雪进行组队，队长小豪，队员陈雪，队伍等级1，人数上限20人，队伍仓库500格，队长拥有队伍的一切权利。500格的仓库，这样看来，这组队的作用确实是在鼓励人类抱团啊。陈雪，你去给我打几桶水，我要泡个热水澡。你要怎么泡？话音落下，面前出现了一个不小的浴缸，传说级浴缸，在里面泡澡能够消除疲惫。等会要不要一起？陈雪闻言，脸色一变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先泡，泡完以后你再泡，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好像我要跟你泡鸳鸯浴一样？你泡鸳鸯浴也行，但我怕你不敢。哼，再丑的女人我都见过，跟你有什么不敢的？听见这话，陈雪俏脸气得通红。这时，旁边的莫甘娜看不下去了，开口道：“大人，你稍等，我这就去给您打水。”莫甘娜说完，拿着木桶转身就离开了。你看看人家，再看看你，啥也不是。哼，懒得跟你吵，我又不是你女朋友，为什么要帮你服务？很快，莫甘娜就烧好了热水。大人，请您入浴。好，小豪脱去衣服，躺进浴缸，一股暖流瞬间涌遍全身。大人，需要按摩吗？好啊。下一秒，一双细嫩的手轻轻地放在小豪的肩上，感受着肩上的力道，小豪身体上的疲惫感也一扫而空。剩下的水你也泡一会吧，累了一天也该放松一下了。是，大人。不得不说，脱去外衣的莫甘娜还挺大的，大大的气球像36弟一样。小豪出自本能的想去触摸一下气球软度，但理智的脑子告诉他这样不行。我这是在干嘛？脑子不受控制了，差点犯错误了呀！赶紧回房间了。随即，小豪打开了生存手册，一个名叫珍稀植物专卖店的店铺引起了小豪的注意。兰花草1块面包，我去，这么便宜，不过只有3朵，还有多的兰花草吗？你要多少？先来100株，以后有可能要的更多。可以，但兰花草不好找，我需要3天时间。好，你要多少定金？定金？看来这个人还挺讲究的，100株兰花草，顺手就能摘到，不用定金。好，终于可以合成药剂了。对了，炼药台还放在客厅，得去外面。大人，你这是？莫甘娜看见小豪，小脸瞬间变得通红。尼玛，这场面差点没忍住。这时，急促的敲门声响起，门外又传来了莫甘娜的声音：“大人。”这莫甘娜又叫我干嘛？房门打开，只穿着内衣的莫甘娜走了过来，明媚的眼睛凝视着小豪。大人，衣服。小豪愣了一下，此时莫甘娜的外衣还放在自己床上，快点穿上，别着凉了。大人，别这样，如果你想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的。这话一出，一阵热血上涌，挣扎了好一会儿。哎呀，明天还有事要忙，过几天吧。好的，大人。要不是竞赛突然进入到第2阶段，今天说什么也要拿下莫甘娜了呀！小豪坐在地上，一脸郁闷。这时，一旁的舔狗好似察觉到了什么，紧紧地盯着门外，发出阵阵低吼。怎么了？小豪随即来到门外，莫甘娜和陈雪早已站在门口，神色严肃。有异兽过来了。话音落下，避难所外面瞬间响起一阵异兽的嘶吼声，小豪的眉头微微皱起。他们进不来，咱们先不要轻举妄动，先休息，等明天再说。而舔狗，你今晚就睡在客厅。舔狗嚎叫一声，随即走到了客厅。别太紧张，就几只异兽而已，就算闯进避难所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好。众人很快都回到了房间，小豪听着外面异兽的嘶吼声，心中的不安持续上升。难道这就是手册上说的更加危险的生存环境？也不知道这些异兽是从哪冒出来的。小豪正沉思中，脑海忽然响起系统的提示音：生存第12天。
71人迷雾求生第12天，奖励1龟息术，奖励2木板弹簧床，奖励3铁门安全门。现在异兽就在避难所外面晃悠，升级一下大门也未尝不可。我选择奖励3安全门。铁门摇身一变成了特殊材料制成的安全门，即便是4阶异兽也难以对它产生丝毫的破坏。中间小块屏幕还能显示避难所外面的情况。没想到这安全门还能隔音呢。外面10几头狼形聚集在一起，发出阵阵嘶吼声。而现在在屋里显然都听不到了。忙完这些，小豪回到房内，又打开了生存手册。我是珍稀植物专卖店的店主，受异兽的影响，之前答应你的兰花草100株，最少延期10天。看来异兽变多不是偶然现象了，而是普遍现象。这样吧，我出双倍的价格，你采到多少卖给我多少，其他人要就不要卖了。还挺有魄力的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第2天早上，莫甘娜和陈雪如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吃着早餐，而小豪则是来到了安全门前，透过屏幕看向外面，看着地上的脚印，说明有异兽来过这里。突然，一头顶着2个角的牛形异兽出现在屏幕上。野犀牛，2阶异兽，性情暴躁，以肉为食，公的长角，母的无角，攻击方式以冲撞为主，奔跑速度极快。有牛肉吃了。小豪立马取出手枪，推开安全门，刚准备瞄准，野犀牛一溜烟瞬间窜个没影。跑这么快，以我的枪法，想要打中它，基本没希望。就牛肉而已，吃不到也无所谓。然而，正当小豪抱怨时，野犀牛正站在不远处，一声牛叫，一脸挑衅的小豪。哎呀，这抖东西敢挑衅我！2声枪响，野犀牛毫无压力地躲过了子弹。不行，这个玩意能躲子弹，得换个方法。小豪沉思了片刻，随即脑海里浮现一道灵光。御剑术，隔空操纵500克以下的物品，持续半分钟，冷却时间24小时。御剑术吗？看这野犀牛的体型，心脏绝不会超过500克，只要操纵它的心脏，它必嘎无疑。小豪心念一动，附近的物品隐约间跟小豪建立联系。片刻，小豪意识里就出现了野犀牛之心。小豪猛地往下一拽，远处野犀牛猛地一颤，一声哀嚎，重重地砸在地上。成了，原以为御剑术是个鸡肋技能，没想到竟然是个神技。小豪咧着嘴，扛着野犀牛回到避难所。莫甘娜和陈雪看到一头犀牛，都诧异地看着小豪。今天高兴，请你们吃野牛肉。犀牛身上没枪伤，你是怎么抓到它的？不愧是捕快，一眼就看出了问题的关键。我用的是技能。什么技能？小豪随即打开了系统中的御剑术。你是控制了他的心脏？聪明。陈雪被震惊到，陷入了沉默。小豪也没再说什么，拿出传说级石斧，开始解剖野犀牛。获得1块新鲜的肉加20，获得野犀牛的血液加5，获得野犀牛的骨头加10，获得野犀牛之心，获得野犀牛的肝脏。解剖完，小豪随即走到炼药台面前。昨天买了3株兰花草，现在刚好用上。粗糙级力量药剂是否制造？是。获得粗糙级药剂加1，使用后力量加5。小豪一口下去，一股暖流涌遍全身。小豪紧握拳头，明显能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变大。好东西啊，要是多用几个，岂不是无敌了？小豪想到这，打开了商铺界面，一条消息忽然弹了出来：刚采到10株兰花草，要吗？看来这珍稀植物专卖店的店主效率还挺高啊，要啊！获得兰花草加10，制造粗糙力量药剂，获得粗糙级力量药剂加5。小豪随即拿出1瓶，准备继续用掉。你无法使用此物品。难道类似的药剂一个人只能用1次，或者说一定时间内只能用1次吗？小豪想到这，取出2瓶药剂，递给莫甘娜和陈雪，喝了它。是，大人。莫甘娜没有丝毫犹豫，一饮而尽。而陈雪在看到粗糙级力量药剂后，微微一怔。没记错的话，这强化药剂还挺珍贵的。2人喝下力量药剂后，小豪随即带着他们来到田地附近，看着地上出现无数的脚印，陈雪眉头微微皱起。异兽比想象中的要多啊。越多越好，异兽越多，代表以后越不缺食物，这是好事。不过，这田地内有着3头怪物的头颅，相比周围，这里的脚印少了很多。看来4阶异兽的威慑力比想象要强。小豪，你看，顺着陈雪手指的方向看去，一小片田地内长出了成熟的辣椒。按照迷雾上的规律，辣椒成熟最少需要5天，而这短短1-2天，辣椒怎么会成熟？小豪走到辣椒的面前，惊奇地发现这块田地浸染了狂暴狼人的血液。难道说是血液中的养分滋养了种子，使它提前成熟了？小豪随即取出1瓶狂暴狼人的血液，洒在了一旁的番茄幼芽上。仅仅片刻，番茄幼芽就以惊人的速度生长了起来。没想到异兽的血液还能催化植物，要是能制成化肥就好了。小豪收起血液，然后摘了辣椒，获得辣椒加10。连吃了10几天的烤肉，这一次总算可以换一种吃法了。小豪喜悦中，不远处忽然传来一阵嗡嗡的声音，转头看去，只见西边的枯树上多出了一堆的蜜蜂。蜜蜂，有蜜蜂就一定有蜂蜜。咱们这里没有植物，怎么会有蜜蜂？这些异兽应该只是外形像蜜蜂吧？虎头蜂，2阶异兽，性情暴躁，
以血为食，产溺群居，以蜂王为首，攻击方式以毒刺为主，可以饲养。71人迷雾求生第12天，接上集，一群虎头蜂围绕在东边的枯树上嗡嗡作响。这蜂群只要控制了蜂王，咱们就有蜂蜜吃了。小豪随即从背包里取出一根细线，走了上去。小豪，眼见小豪走向蜂群，陈雪一脸担忧地拽住了小豪的胳膊。傻瓜，没事的，我有办法对付他们，放心。小豪很快走到了蜂群的面前，一只只的虎头蜂跟乌鸦差不多大，准备和小豪开战。御剑术虎头蜂王就是你了！御剑术再次发动，一只明显比其他虎头蜂更大的蜜蜂被拽到了小豪的面前，而这举动也激怒了虎头蜂群，一只只虎头蜂聚在小豪的周围，准备下一秒就要发起攻击。你们的老大在我手上，想要他活就乖乖听话。此言一出，虎头蜂群全都不敢发起进攻。小豪攥着蜂王去树林间寻找起来，很快在一棵枯树上发现了虎头蜂的蜂巢。陈雪、莫甘娜过来取蜂蜜。两人看到小豪，此时正被虎头蜂群团团围住，紧张地走了过去。这蜜蜂竟然长得这么大，这要是被蛰一下，怕是能肿成猪头了。看你们那怂样，没事，他们不敢蛰你，放心取蜜吧。陈雪听见这话，鼓足勇气，一枪把蜂巢打了下来。下一秒，虎头蜂变得更加愤怒，嗡嗡嗡的声音瞬间变得更响。获得虎头蜂蜜加10，血液凝成的蜂蜜是上好的炼药材料。有蜂蜜吃了。取完蜂蜜，小豪随即放开蜂王，仅仅片刻，枯树林恢复了平静。陈雪，我去趟矿山，你在这守着，遇见异兽该躲避就躲避，等我回来。明白。莫甘娜，你跟我一起。是，大人。莫甘娜，上来。莫甘娜毫不费力骑到了舔狗的背上。舔狗，走。舔狗狂奔起来，一路上莫甘娜紧紧贴着小豪敏感的地方，上下起伏。大人。小豪听见莫甘娜害羞的声音，内心也变得躁动不安，心扑通的跳了起来。沙漠狼，2阶异兽，性情谨慎，智慧较高，以肉为食，公的体型较大，母的体型较小，攻击方式以撕咬为主，通常以族群形式生存，不建议饲养。一群2阶异兽也敢在老子面前放肆！舔狗，给我震慑一下他们！舔狗仰天长啸，3阶异兽的威压瞬间席卷狼群，一时变得骚乱起来。这时，一头巨狼怒吼，其他巨狼瞬间安静下来。很明显，这就是狼王了。就这样，一人一狼，目光在半空中交汇。这只狼群压根不是我们的对手，他们跟着到底想做什么？大人，让我骑着舔狗剿灭他们。再观察一下。话音落下，沙漠狼突然跟着狼王一同跪下，场面颇为壮观。7头沙漠狼加在一起，战斗力丝毫不弱于3阶异兽，而现在他们却追着自己，向自己臣服。看来原因只有一个，他们遇见了极为强大的敌人，在寻求我的庇护。小豪犹豫片刻，没有继续理会狼群，一声长啸，舔狗再次狂奔起来。而刚来到矿山的半山腰上，又赫然站着一头庞然大物。牛魔王，3阶异兽，以肉为食，公的体型较小，母的体型较大，攻击方式以撕咬为主，皮糙肉厚，防御力极高，攻击力极高。这一兽相比之前遇见的狂暴狼人，牛魔王的体积更大，爪牙更锋利。莫甘娜，舔狗，找机会弄打他。是，大人。小豪一声枪响，子弹精准地击中牛魔王的眼睛，牛魔王瞬间陷入了疯狂，而莫甘娜扛着盾牌，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。为了小豪大人，无坚不摧。莫甘娜瞬间发动技能，挥舞着盾牌砸在了牛魔王的身上。然而盾牌没能伤害到牛魔王。没想到牛魔王的外壳竟然这么硬。突然，身后又响起了一阵狼嚎。是之前的7只沙漠狼，这下子麻烦了，前有牛，后有狼的。小豪面露凝重之色，紧握手枪。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狼群并没有攻击小豪，反而扑向了牛魔王，帮忙舔狗对抗牛魔王。因为狼群的加力，优势很快向着小豪一方倾斜。牛魔王见状，趁小豪不注意，随即转身跑掉。别追了！狼群听见小豪的声音，瞬间停了下来。这时，小豪看着眼前的狼群，犯了难。现在这群狼帮忙赶走了牛魔王，要是现在赶他们走，未免太不近人情了。而7头沙漠狼加在一起，也是一个不弱的战力。从现在开始，老子罩着你们！沙漠狼见状，纷纷跪下，低下头向小豪表达自己的忠诚。看来还算听话。小豪随即来到山上，取出电钻，开始采矿。获得铁矿10加10，获得铜矿10加8，获得锌矿10加5。采了5个小时的矿，小豪的背包被装满。舔狗，回家！一声令下，舔狗狂奔起来，身后10头沙漠狼紧紧跟随。而避难所这边，陈雪握着手枪，守在田地里。随着时间流逝，窥探的异兽越来越多，隔着屏幕都能看见枯树林间各种异兽若隐若现。小豪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老娘我快撑不住了。